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我是岛尼哦。不要跟我说话，现在我只信舅舅说的话，他们每次都能精准的报道出卡普空接下来要发布的所有新消息。让我来看看他们又说了什么。他说他要去上个厕所。哇哦！温馨提醒：本节目包含大量的主观评定内容，均为 UP 主个人观点，存在大量爆言，不喜勿。这啥呀？这是？我是要发微博还是发帖子呀？欢迎来到互联网上最后一片没有被新老弄潮儿们折腾的乌烟瘴气的频道。你永远都可以在这里理性认真的发表看法、分享观点，不用担心被人们攻击。但谁说的准呢？万一哪一天我就火了呢？扫了一眼 B 站空间，发现我居然已经做了10年视频了。10年来不算删掉的，一共发了有些数量的视频了。那么做10年的猛汉 UP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深感抱歉。10年来，只有在我写下你现在听到的这篇稿子的瞬间，我才真正切实的觉得自己原来是一个做猛汉的 UP 主。我之前其实都是很自然的、正常的、近乎理所当然的由一个想法或者一个冲动，或者干脆只是一个新作要出来，我觉得我想做一期，于是做了一期，就这么一不小心做了10年而已。我用这个话术来规避自己10年不火的话题，可以吧？这10年来，我也收到过一些私信的问题，比如：岛尼你好，如果想要成为一个猛汉的专职 UP，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有什么建议吗？但如果问我说，假如有机会回到当年，自己会不会继续选择猛汉 UP 这条路？那我可能会对自己说，千万别一棵树上吊死。除了怪猎，你大可以把自己更多的游戏相关爱好呈现给观众，把最真实、最完整的，并且一直在成长的你分享给观众。但还是很庆幸自己选对了一个核心并且长久的游戏系列，这个系列在今后会更加发光发热，让数千万人感受到狩猎动作游戏的魅力。另外，如果你还有精力的话，猛汉系列视频一直做下去也不错。跳进一个系列的坑，在我看来，比起入一台主机的坑要更大。如果你首发就买了一台主机或者掌机，它可能会陪伴你一个甚至更多个人生阶段。而如果你入了一个有足够年头的系列坑，那它将会陪伴你走过几代主机，覆盖你人生一大片光阴。那除非你是 PC Master Race 或者是纯数字派的玩家，那倒我没说。10年下来，除了人变得稍微老了一些，那些一路见证着一个系列发展，一步不落地跟着它走下来的感受和经历，似乎也逐渐和自己的性格一道，更加有机地融合到了一起，共同成长，变得更加高清。这种成长体现到个人身上，就是不论有一个长期的目标，同时有一堆短期目标也好，有一群能在游戏内游戏外能聊得开的朋友也好，面对困难能够更坦然地看待也好，越来越看得清自己的长处和短板也好，有了挑战自己进行创新的勇气也好，面对复杂纷乱的环境也能够跳出漩涡想一想，至于吗？咋回事啊也好。我上一次这么夸自己，好像还是在第一次工作面试的时候。10年前和10年后，沧海桑田。当你年少的时候的核心卖点成为今天影响你体验最大的绊脚石的时候，你以为我在说怪猎复杂的技能系统，其实我说的是弹幕玩法。10年前的弹幕真的是可以长知识的，一本正经的做科普的，看毛车君Lolo 的视频，是不是总有好心的子字君做解释？看一集幸运星里面的梗科普弹幕，怕是比字幕都要多了。另外，弹幕天然的即时属性让视频更适合去做一些碎片化或者大量简单结论的发布，而非用一整个视频去推导出一个比较深入的概念。换言之，就是更适合15分钟以内的短视频的发布。10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它足够一个人完成义务教育，足够一个第一方游戏平台推出2个世代主机。卡普空只用了1个世代的时间就搞懂自己到底擅长做什么，10年也足够一个人充分了解自己到底擅长做什么，什么都不做。如果只是凭借兴趣去制作视频，那我其实更建议把这个当做一个长期的爱好来做，因为全职视频创作者需要面对的选题地域和从视频制作它天然的不确定性中衍生出来的焦虑，那其实并不是一个能够持续发展的个人事业。很多人都会转型成为主播或者成立团队，以保证内容产出的频率能够满足观众的需求。要么就是你得在实况和解说方面有一些别人无法代替的点，内容质量、更新频率、剪辑水平，你最多只能保证2个。当然，这些都是在你有了一定粉丝基数之后的后话了，说不定到时候叔叔阿姨就能发得出钱来了。然后这句话需要说在最前面，永远都不要想着做个节目开宗立派名垂青史，那是追名逐利的意义派去想的事儿。你只要想着这个节目做得爽不爽就好，
不用非得结尾升华一下主题，也不用非得有什么普世价值，玩游戏也不需要非得学英语，非得锻炼大脑，做视频不用非得认识朋友，促进行业进步，它不用非得有意义，这件事情本身就足够有意义了。那如果非得找一个意义，聊游戏有意义吗？游戏是我能够直接获得快乐的娱乐方式，我说的内容有可能会为之后作品的改善带来哪怕一丁点的贡献，这当然有意义了。它是距离让我快乐最近的东西，那不然聊啥呢？要做一名 UP， 首先你得取一个好听、好记、好打的名字，它可以是形容词加名词的组合，名词加名词的组合，可以是简洁的音节组合，还可以是一句话，就是别起一个又不好记又不好打的名字。还在吗？然后你一定要有一个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你本身进行性格反哺的人设。人设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平时被人说人设会给你一种你一直在表演，从未袒露过真实自我的冒犯感，而事实上我觉得人设这种东西必须有，它从来不是说出来让所有人知道的，而是一个主播也好，内容作者也好，博主也好，用来约束自我行为的时候用的。当人设和自我不断融合，它也会逐步成为你自己的性格。当然，如果你做 UP 主的初衷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私域流量和关注，那其实和内容创作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你只要时常关注着热点就好了，只要保持创作蹭热点的内容，迟早你会有被流量看到的那天。而我甚至不确定那是不是件好事儿。大数据，闭上眼。另外，作为一个内容作者，如果你只是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的时候，你可以随意发表看法，但请不要随便就客观事实方面进行所谓的科普。讲到自己不懂但是别人专业的领域，很容易丢人，并且很危险。说回视频，90%的情况，人们点开视频并不是因为他们怀着目的性去搜索，而是它就在我首页上，人们就是想打发一下时间而已。所以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你的创作可以是你熟悉的领域，也可以是突如其来的一个想法，甚至只是想培养一个新的习惯，学习一下怎么剪视频、拍视频也好。我虽然用达芬奇 Resolve， 但是剪映真的太强了。电子游戏是一种我们正在经历的、正在改变世界的、刺激技术进步的最前沿的娱乐形式，聊它可有意思了。有意思不代表能火。做视频去聊游戏并不等于玩游戏，会玩游戏也不一定能做出好视频。真让我坐那儿录一下午实况，我也没有那么多话去说。人类如此多元，你总会找到一个适合你发挥的方向。只不过我找了一条没有什么人踩过的赛道，10年前找了一条，现在还在开拓新的。2012年，把当年以难度作为噱头的游戏跟杂谈的形式融合在一起，找一只怪练一下午，然后找上几个朋友对游戏发展一番评论，嘣，季刊诞生了。和批评类节目不太一样的是，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口吐芬芳作为特点，说一个东西好，永远没有骂它的点击量高，我懂。大哥了，能不能别让我举反例了？夸一个系列10年，它的点击率也就这样，但一旦你在标题里表示对它的怀疑，马上就能掉到流量。但在21世纪第3个10年还在以喷游戏当做卖点，我一来没有喷神的奋作经验积累，二来我张不开嘴，三来我觉得不断用短平快又极度廉价的负面观点输出到游戏社区，对于让环境变好这件事儿，我持保留意见。杂谈评论类节目，你必须至少稍微深入一点玩这个游戏，你必须喜欢你正在玩的游戏，否则永远都不可能说到点子上，并且有可能潜移默化的让你的精力从体验游戏跑到看游戏上去。如果没有时间玩游戏，可以试试直播给别人看来强制自己玩，但是直播永远是一种表演，它的体验是差于自己玩的。创作方面，拍视频本来就不限方式，呈现出来的有演绎为主的、主持为主的、说明为主的、真情流露为主的。做节目除了要懂游戏，更重要的还有什么？还得让人能看出来你是真的喜欢游戏。那些做的真的很烂的游戏，骑游共赏也不错啊。我做视频肯定希望有人来看，一个提升视频播放的方式就是降低视频时长，因为不仅是3连，视频的完播率是各个网站决定是否推荐你的视频给更多关联用户圈的重要依据，所以这期完了。但是做长做短是你自己决定，如果你的节目本身就适合做长了，那也没有必要为了完播率牺牲作品本身的价值。我相信抱着创作的心态去持之以恒的做一件事儿，假以时日还是一定会有回报的。同时，如果你保持创作还没有成为疯子，那只能证明你没有成为疯子。他们在关注我，他们为什么要关注我？另外还有一个可以无脑提升播放量的方式，标题党。以下这些个词儿，随便选1-2个，用网站提供的封面模板大号黑体描边，保证分分钟获得路人眼球。但是你如果问我用哪一个比较好，别，求你了，别。这些都是在传达这期视频做的好难啊，好苦啊，观众老爷投个币吧。
和当下作品的主题没有多大关系。而且这个问题在游戏区特别常见 ，B 站还就特别喜欢推这种标题党，因为3连率高啊。然后另外一个能够提升播放量的主题就是盘点、排行榜、榜单。但恕我直言，这类视频看多了就会产生自己是不是就只配看这类视频的怀疑。B 站在做出一个爆款或者视频互动有很不错的反馈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朋友都会有一种想法：既然做视频还挺爽的，那要不要抓紧把工作辞了，全职做视频？但是根本没火起来，怎么敢全职做视频？没火那就做视频，没火怎么敢做视频？没火就多做视频停，等火起来再说吧，火了都是后话了。后话还有呢，在你有了一定知名度并通过知名度开始盈利了之后，记得回馈一下社会，也做到一个问心无愧。不一定都要发出来，但至少做个有温度的人。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对视频展现的形式模仿是可以的，每一种当下热门的形式都有一个或者一批开创者，但是作为内容创作者，绝对的红线就是原创性。洗稿、抄袭就应该是距离创作者最远的事儿。我一直不怎么喜欢在视频网站上发布动态，因为那上面的观众关注我，肯定也不是冲着我发布的近况去的。可能像我这样的人要分享生活，还是会去一些 SNS 平台。做视频有时候总会担心啊，万一发布出来之后观点不符合大众倾向被挂。但我想说，你的观点可能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是发表观点这件事情本身，应该没有人会觉得有问题吧？不论是夸是骂，只要是真实观点就没有必要担心。反正不管是夸是骂都会得罪另一边的人，或者像我一样把两边都得罪一遍。好，我有点子了，想做视频，但是我们有好设备怎么办？你的视频里如果高质量的拍摄和后期将成为内容的决定性元素的话，那确实可能得想想辙。但如果你的内容是解说、评论、杂谈，或者干脆就是一些小分享，那保证能把自己的观点完整表述才是最高优先级的东西，其他部分都有代替方案。每个人都有起点，而任何一个人的起点往往没有办法一招成为爆款，有一个成了爆款的，想维持长线爆发力，难度也是极高的。但是考虑到我除了被二狗折腾过一次 Switch 后来被人叫成 Switch 以外基本没火过，也别问我火起来是什么感觉，别去搜图，千万别去搜图。如果你希望自己的节目在时间的淘洗之后仍然有观赏价值的话，不要在自己的节目里面使用当下的烂俗流行语段子和时下流行的趋势。我相信人类是有救的，但是如果连这种产品都有人支持的话，那人类就真的没救了啊！这就是个时效性内容，1-2年之后就过时了。如果你要当一个 UP 主，我在支持之余也建议你做一个小小的更新计划表。人很可能在惰性的驱使下拖更，而稳定的更新计划不仅会给你动力，还会让观众有所期待。尽量在自己的能力所及范围内创作，不要经常想着做个什么超规格制作攒个大活，这不叫突破自我，这叫不自量力。你越暗示自己要做个厉害的东西，最后越有可能是孤芳自赏自我感动，然后一拖大半年不敢动手，完事儿恶性循环，状态极差，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如果你要把每一个节目都当做一个作品来推出的话，我建议不把讨要3连或者点赞订阅放到作品里，毕竟那和作品本身无关。但最终不管是很久更新还是频繁更新，你的内容你把控，但请一定保持创作，只有保持创作的你，才能有讨论自己所做的事情所拥有的价值的价值。这些话对别人说的时候真爽啊！然后当 UP 的话，一定会遇到的就是抖机灵，自我感觉良好，实则非常过分的留言，这很正常。虽然回怼是你的自由，我还是觉得与其与具体的个体结梁子，不如把目光放到这背后一种思想惯性形成的原因。毕竟每个人在长久的岁月里都会形成一个逐步自洽的逻辑体系，他们都能说服自己，而我们也无权让人必须按照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思考，对吧？这太傲慢了。但至少弄明白为什么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理解之后，我可以腾出精力来照顾自己的生活。说人话，听兔子叫还不种地了。你需要把自己的节目形式做得有意思，必须有意思。如果节目既没有炫技，也没有观点，还没有知识，并且还不好玩的话，那为什么不去看小编体的新闻呢？做10年同一个 IP 的视频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当你想做点新主题的时候，咋了这是？哪怕你花了10倍的精力去做，你在别人的眼里永远是个做猛汉视频的。所以 Pro Tip， 别把路子走窄了。做了10年视频的一个重要教训，你必须对视频进行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你费了几十倍于以往单期视频制作的精力所做的节目，最后收效不好，可能性很高的是，大家都是通过某一期节目作为契机认识并且关注了你，你的脑袋顶上就一定会被打上几个标签，并且对你以后的视频方向有所期待。做一些尝试，一定会有播放量牺牲 ，but 做新东西真的爽飞了，好吗？关于做视频要不要露脸的问题，也总会有人问，道尼你为什么要露脸？
不要怕露脸，再过10年有没有对得起观众的脸都两说。再说了，素材不够我还能出镜撑时长，实拍能带来无限倍于游戏录屏的可能性。表情里的微情感信息能够很简单的让观众们知道你其实并没有那么重的情绪输出，或者对这件事情没有听起来那么在意。回头想想自己因为打字聊天缺少附加情绪引发的误会本身就已经够多了。怪物猎人这个垃圾游戏23333发送。实拍不会尴尬吗？老实说确实会，可一方面不多试试怎么让自己知道什么叫镜头感，再者我露脸说出来的话，它就是比我配音更有分量啊。另外露脸还能让你很好的规避最为防不胜防的网络 2.0 丸子无效辩论。我只想发表一个观点，你同意或者不同意，你都有100%表述的权利。But 现在在网上能保证一句话里能正常表达观点，不阴阳怪气，没有不当调侃、煽风点火，玩一些自己都不懂的梗，还觉得自己兑现的很妙的评论又有多少呢？把一句话里的段子去的，他都找不到表述的核心。这时候一个轻松的视频好处就体现出来了，没人真的会和一个试着创造轻松搞笑氛围的人辩论吧？ QQ 上还没有受过人把所有的讨论变成辩论赛吗？多累啊！有很多我做视频认识的人，我可能在很多观点上和他们完全达成不了一致，甚至针锋相对，但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说，他们是我绝对可以放心信赖的人。但同样的，我也认识了一些和我一样笃信着不切实际的信条和原则所生活着的单纯而顽固的人。这一杯敬我们这些傻逼。然后配音，请不要使用 AI 配音，这是你自己的作品，除非 AI 能成为节目效果的一部分，除非你有把握能把 AI 配音玩出花来，否则乡音再重那也是你的声儿，而非到哪都是同样毫无感情的声音。上班干活的时候用 AI 糊弄一下得了。AI 字幕同理， AI 字幕本来就应该是给做视频中最机械化最没劲的环节省事儿用的，如果你没有文案又硬要加字幕的话，那就辛苦做一下校对吧，否则就别把纯 AI 生成的字幕给烧录到视频里了，满篇找不到几句对的字幕，这和加字幕的初衷本末倒置了。有了确定的形式和风格，接下来就是一步步积累观众，并且找一些有意思的选题来做内容了。这段时间里，你也不免会接触到很多其他的内容作者，可能会加一些 UP 主的群，进行一些合作，并且开始有品牌、商务或者机构找上门来，那就是下一个阶段了。请不要对号入座，但是在 UP 主里面把熟人当做资源而非朋友的比重其实还挺大的，并且这其实很正常，头部以下的作者本来维持生计就已经很艰难了，你是在和整个 AI 推荐算法做斗争，你应该是知道这件事儿的。所以为了增加你的私域流量，你是愿意牺牲自己的可信度和名声而加入大量的钓鱼式标题和大字报一样的封面吗？这个问题我留一个开放式的答案，等你做到一定体量之后，一定会有诸如工会、MCN 之类的机构找上门来。而你如果就是想体验一把扶持的感觉，那可以加入试试，否则的话，如果不是官方签约，我还是建议把对节目质量的追求放在第一位。你以为我要说观众吗？观众当然很重要，但如果因为任何因素影响了内容偏向，那就不是你的东西了。除了签约，还有一些机会，比方说提前拿到游戏的完整版做内容之类的，我并不喜欢。这个话题我们择日再聊。另外啊，不要总想着凭借一己之力让游戏区的整体质量有巨幅提升，那只有 LunaMouse 做得到，并且我为这句话负责。随着影响力的提升，你可能会接到一些合作邀约，去做视频资源置换或者是赞助推广，厂商可能会给你一些话术。比较常见的则会让你插到视频里面作为防不胜防环节，这些形式都很正常。指望靠视频网站流量分成来填补家用，至少在2022年这个时间点还是痴人说梦。好了，此外，你也一定会体验到加入各种官方群、主播群，看到一堆人抢着接单的画面，是抢是放，看你自己的节目规划。只要有规划和内容要求，上面说的这些都是外围的事儿了。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样，更新全看个人时间，不一定有时间做，就一个视频拖几个月的，我更建议你先把视频做好，毕竟会没时间做视频还自诩 UP 主的，也都是有本职工作的。而在全职视频创作的发展阶段，你最承担不起的也就是粉丝的期待度流失。然后 Fun Fact， 广告实际上就是很难让人产生好感的团队必需品。可就算是广告，你也不能做得太水，对吧？哇，这个游戏真是太好玩了！可能是个人偏好，我更希望如果视频有赞助，能在一开始就大大方方的明说出来，然后快速进入正题，别影响内容。作为视频作者，特别可惜的一点，也就是看到粉丝在新视频发布前夕取关，你晚一天有这个冲动，说不定就能看到新片了。
但也确实做视频不是你工作的时候，你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是更加开放的，而你与观众的关系更加开放。不过啊，总有人会一直留在你身边，成为你的网友，甚至交心的朋友。好了，最后到火了的内容了。一个内容创作者一旦火了，就会有大量人涌入你的私人空间，对你进行审查，挖空心思找你前半生身上所有的污点，然后干掉你。因为 come on， I'm a human。我本能的期待着一个广受认知的公众形象的坍塌。Nintendo。任天堂，我知道你有话要说，你先把密特罗的 Prime 4做出来，否则别插嘴。墙倒众人推，扳倒一个公众形象多么愉悦啊！这是我获得广泛认可的最快方式。但还是我没火过，所以不多聊。好了，扯做视频这部分扯得有点多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本期视频的主题，怪物猎人。在你的游戏履历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游戏系列，能让你边玩边骂，边骂还边玩，放下一阵之后手又痒，一边继续骂，骂完还继续玩，那恭喜你，你很可能已经找到了你命中注定的那个系列了。通常来说，当你玩了10几年、20几年游戏，对于一个游戏这个类型是否适合你，你的心里一定是有数的。我们一般管这个叫做游戏的品味，并且通常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品味会越来越定型。比如奔2的岛泥 ，No。奔3的岛泥 ，No。卡普空这10年来，除了不停推出质量总体来说还算很好的游戏，我没有说生化3，也没有说丧尸围城4之外，另一个让我觉得它很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他们没有被收购。求求了，别成真。就像我一直说的，人们接触的任何一个系列里的第一作，都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你对这个系列的看法。慎重的选择你的入坑作哦，管他呢！系列里每部作品不都包括拉拢老粉丝和市场实验的元素吗？看哪部顺眼买就是了。猛汉，一个非常优秀、不断改进、粉丝狂热并且巨杀事件的系列，或者我更倾向于叫它那个我最喜欢但永远拿不到年度游戏的年货系列。当然，一个游戏的评分，你玩游戏的年岁越多，它就越不重要。我们被猛汉吸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游戏体验循环足够简单明快，并且越玩越上瘾。我想做一件装备，我去刷这只怪，我去学习它的动作，我越打越快，越打越好，不断对自己的技术产生认可，然后我做了这件装备，开始下一个期望循环，完事儿。简单来说，这个系列的体验核心由3个部分构成：你的家伙事儿，你的技术。不管系列怎么变，核心一定是这3样。不需要无数种货币，不需要用金钱买时间，没有付费玩家的优待。一切都会是良性反馈的战斗和足够扎实的质量来当做自己的本钱。至少如果我是开发团队的一员的话，这样的一部作品，这个系列的任何一部作品，如果它是由我担任的一部分工作而得以面世的话，我会感到自豪的。除了2012年以外，系列自2004年诞生以来，并没有哪一年是没有推出过系列作品的，并且越来越明显地呈现了一个主打世界描绘和硬派狩猎体验的系列，还有一个主打轻快狩猎、重视动作系统严整，也就是花招比较多的系列。通常我们管这2个有明显不同倾向的分支叫做世界组和 P 组。叫世界组还是因为世界太成功了，我们以前叫它4G 组的。官方说从来不存在2个单独的组，各自有不同的成员去做2个分支，这不废话吗？我们说2个组从来都是说他们是由风格截然不同的监督做出来风格截然不同的分支。我们从来都不是说有2拨人来做项目，而是2个开发方向有所不同的主心骨去开发各自心目中那款怪物猎人作品，而这个开发方向一定是由开发的核心主创，我们一般管他们叫监督来决定的。要是真的有2个组各做各的，老死不相往来，那才是我们担心的好吧？那是不是说明世界组做的就是大体量，而 P 组就是小体量呢？ Nice try。 那我推不推荐没有玩过猛汉的人接触它呢？我其实不是很建议任何一个没有接触过猛汉却又被工作占用了90%生活时间的人入坑怪物猎人。它不仅对你的学习欲望和挑战欲有一定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它很费时间。猛汉的视频我一不小心就做了10年。12年我刚开始做猛汉视频那会儿，我们会为了烤肉和大便鱼放在一起而脑洞大开，会为了摔不死的猎人而计算猎人所在的世界的重力有多大，会把猛汉不同于其他同质化游戏的特质看得很重，并且为能够自称是游戏社区的一员而自豪。顺便一提，我们现在也这样。一个系列一不小心就做了10年，其实也有另一个原因，你很难像评价单个作品一样去评价几乎每年都有新作推出的系列，每年它都不一样，每年都能看出新的野心，每部都有不同的核心理念。加上我本身做视频比较拖，很难一边专心工作一边专心写稿，就不如把精力放到一个系列上来。这一个系列10几年来的变动也很值得玩味了。
游戏内玩家需要解决游戏学习上手门槛的成本，并且从世界的成果来看，它很成功。从游戏外来看，今后的玩家还需要习惯猛汉很久以前就一直在执行2个组并行开发的策略。今后我们也会交替看到藤冈和德田领衔的世界组所带来的把游戏战斗节奏卡得很好，重视世界描绘的猛汉。我们也会看到在动作化狩猎上不断带来创新和无尽活力的 P 组，一次次击穿玩家们对猛汉还能这么玩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顺手击穿玩家对掌机技能的预期。Oh no no no！ 卡普空听吧，继续钻 NS 技能的话，任天堂都不用出新机器了。对于猛汉这个超级 IP， 卡普空能够如此高自由度的让2个团队如此放开手去制作自己心目中的那款猛汉，自由生长真的是很难能可贵。有的时候我会想，也许啊，世界上很多其他做游戏的厂子可以学习一下这家日本家族企业，学习一下他们对于自己成功 IP 的态度。就像我之前视频里讲到的，卡普空的成功秘诀居然是做好游戏，日后更新。曾经受限于市场、技术、平台之类的原因，以往的猛汉都是采用游戏内配信解锁的形式，开放之前就谈好的配信合作。而且因为市场限制，日本主场的猛汉能在日本地区拿下无数漫画和动画 IP 的联动，海贼王、犬夜叉、Keroro 军曹、柯南、啾啾联动里我永远打不过的黑曜穗、刃牙、牙狼、王者天下、进击的巨人、美少女战士、雕塑宅男、Worst、超与虎、超时空要塞、全职猎人，然后得益于 Yes， 得益于独占发布，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与第一方平台合作诞生的联动。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有地平线联动的所谓 PC 酸酸枪，当然这里已经超出了独占平台的范畴了。以前在 3DS 时代，我们见到过赛达传说、动物森友会、密特罗德、马里欧、火纹，很多我们想到任天堂的时候第一反应的系列基本都进行过联动。而从世界开始，游戏没再有必要从一开始就谈好所有的联动，同时网络条件和硬件基础也允许游戏通过更新进行过的追加和更高规格的联动，容量也不再是大问题了。但是作为一个玩家，肯定还是会产生不知足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包括了对更新内容体量的质疑，也会有对更新频次甚至这种更新本身是否应该存在的讨论，特别是从 Rise 开始都已经开始拆本体硬冲更新了。那这很不道德呀！你这样试探玩家底线，那万一以后我说啥来着？但是我觉得如果换成是我，去用做大半部游戏的时间去做一款有足够开创性的便携作品，我不可能想得到降虫这种天才解法的。OK， 回到日后更新这个话题哈。从怪物猎人世界的更新频率和内容上来看，有一定可能是制作组由于发售后铺天盖地的大好评而临时增加了 DLC 的更新数量，以前大概没有这么多的更新计划。不得不说，世界大多数的更新都很有诚意，但这时候对更新慢的讨论就会占据更多的比重。事实上，更新数量、更新质量和更新频率三者之间本来就是做不到兼顾的，毕竟也不是一款纯网游，世界它只是少了个暂停而已。但是更新无法规避的一个问题就是版本迭代，这是很多游戏都会遇到的问题。每个阶段性版本一出，所有玩家立马全都跑去刷，然后统一更新换一波校服，下个版本出来了，上个版本的刷量和精力投入全部作废，重新再来。但是如果更新了一个大版本却又没有装备更新，反而更怪吧。没错，说的就是崛起本体3个版本下来没有换配装需求的更新。不管是一波更新完整的 GV 扩展，还是采取持续运营的思路，都各有利弊。一波更新完成，多有诚意啊，能让玩家在里面投入几百个小时，但因为这几百个小时都集中在首发的几个月，一来是不能长线产生话题性刺激销量，二来没法给另一个组的开发争取时间，所以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持续运营策略，在发售后的3个更新里补完首发状态，然后视情况决定是否要更深度开发新增内容。当然这些计划都是发售前就做好乃至完成的，好处它能带货，每隔一些个月玩家都会为了新加入游戏的怪物激发用户的回流，以及话题讨论给游戏拷贝和 DLC 售卖带来阶段性持续性的刺激。坏处，当你能让长线更新后玩家最终能获得的体验大于游戏本身卖2份的价格时，它是值的。否则就会落入要么更新无法满足玩家的需求而无法带来反响的尴尬处境，或是一次更新使所有人齐刷刷换同一套校服的搞笑处境，甚至跳过几个版本直接在最终毕业的时候出1套校服装备就够。随着游戏一个接一个的推出免费的大型更新，我发现自己玩游戏的动力反而随着版本逐步下降。Be like, OK， 这个游戏又更新了一个大版本，我可以玩了吗？我可以放下戒备开始享受这个游戏了吗？另一个问题就比较个例了，
就是在推广开持续更新计划之后，官方有意把每一次的更新装饰为一个特别能带动起老玩家情绪的宣传活动，而我也很悲哀地发现自己越来越提不起兴致来玩每一次大版本更新了。是我不喜欢怪猎了吗？可能我只是不想把原本一次性爆发的情绪拆成10几次发泄出来吧。我认为把一个做好的游戏按期发售，然后不定期增加新内容，这不叫发售了一款不完整的作品。而把一个做好的游戏通过一些决策层的狗屁决定拆开来，用发售后的更新补全，这确实算是发售了一款不完整的作品。拜托，怎么可能有游戏首发连个结局都没有？游戏的首发，一个我巨期待又巨害怕的矛盾存在。一部新作的发售也就意味着它的上一部作品的生命周期从官方层面上正式迎来了终结，特别是猛汉在运营常态化后的现在，这种感觉更加明显。坏了，新作要出了，那我之前没打完那些任务怎么办啊？确实我在新作发售之后也可以回去玩旧作，我也确实经常这么做，但我还是打不过黑曜碎呀，干！所以现在猛汉的首发，真没劲啊！我是说等数字版解锁，然后简简单单的进游戏这事儿真没劲，但又不敢买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寄得到的实体卡。不过一来我可以在之后补一张盘，二来啊，咱们还没能与全球同步的游戏首发店头铺货的产业规模，如果有的话，你一定会在店头首发的队伍里面见到我。那 OK， 我们来聊聊我和猛汉的故事吧。10年来，猛汉登陆过的主机超多，但别担心，你不用单独买一台 PSP。我还记得自己上中学的时候，班里有一个人有一台 PSP， 一到课间10几个人围过去看他掏出 PSP 看电影。对，那堆人里也包括我。然后因为我太积极，没有距离感，被他揍了一顿之后，老师把我俩分成了同桌 VIP 座位了，朋友。PSP 上我最早接触的猛汉就是 P3，PSP 上最后登场的一作。说来也巧，我从舍友手里收这台 PSP 本来是为了玩各种 AVG， 结果就和猛汉开启了一段这么久的孽缘。上手 PSP 的怪猎并不容易哦，我好奇为啥呀？我甚至在没有对这个系列有基础认知的情况下，听取了别人的建议，做了干掉青熊兽，企图从他肚子里面摸出蜂蜜去交纳品这件事情。不过整个 MHP3 里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 Tunnel、门卡、各种 mod， 游戏本身的话，可能就是村长每过一个阶段就脱一件衣服送给你当做徽章，蓝龙的洗衣机，那会儿还不兴风中烤肉，还有那个，你知道这个读作什么吗？但是由于 P3 整体轻松的氛围和友好的难度，我其实并没能在 P3 的时候学习太多游戏的机制还有配装的知识，和舍友们一路顺风顺水的打过了主线。不过另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是猛汉 P3 的限定机，这是我见过所有限定机里最有良心的一款了。正面、反面单独开模，甚至自带握把，摇杆也是定制款摇杆，电池也比其他零售版 PSP 3000机型多了 50%。现在哪儿还能见到这种规格的限定机？说来也神奇，就是这样一部系列首次主打和风的怪猎，一部当时很多老玩家觉得不够有挑战性的怪猎，反倒成了我的怪猎启蒙之作。然后我就觉得系列的下一步肯定还是索尼家的机器啊，直到那件事到来了。辻本さんどうぞこちらへ。辻本さん、今日はお越しいただい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カプコンの辻本でございます。本日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过了12年还是最好玩的一部。P3 过后，当大家都以为太好了，终于能在新世代掌机上体验到更高画质的便携猛汉的时候，这是一个世代结束的开始。但是有一点是没错的， 3DS 的第一部猛汉，也就是猛汉 3G， 拥有着在我看来最为优秀的纯掌机猛汉画质，包括XX在内。虽然 P3 是我的第一款猛汉，但真正让我一头扎进猛汉这个系列的作品则是 3G， 也是时至今日我个人心目中最有感情猛汉第一名。3G 开创了我的好几个个人首款让我学日语的游戏，我片假名比平假名掌握的更早，谢谢你 3G。 首款让我一只怪卡1个礼拜的游戏，那只怪叫翠水。首款让我下定决心做系列视频的游戏，首款认真配装学习打法学习故事背景的猛汉，首款让我决心以后再也不玩破解从此从政的游戏，首款让我在打了几百个小时掉档过后还能重新再刷几百个小时的游戏，猛汉 3G。 别称叛变之作，别称铁定留守之作，别称……哎，你怎么这么玩游戏啊？
在当年引起了不少的讨论，有黑画质的，有骂卡表不忠的，有吐槽货不对价的，也是难得一见的光景。由于不能网联，每张名片都需要跑遍天南海北去收集的。以及你们知道 3DS 的小绿灯亮起来时我们有多爽吧？从此联机成为了一件门槛和成本都极高的事儿。那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各自的本地面基狩猎群， B 站也出现了一批制作猛汉 3G 怪物攻略的 UP 主，以 UP 主为核心的交流群也涌现出一大批。只是当时的交流群真能用来交流，不会被用来刷梗，也不会拿来辩论，更不会拿来刷色图。3G 除了有足够柔和的画面，另一个哪怕放在当下也足够有噱头的卖点就是它的水战设计。我知道可能有很多老玩家会觉得又缓慢又冗长的水战是个扣分项，但是这可是实打实的设计成本和战斗系统体量的翻倍。而且水中本来不就是那些水生怪物的主场吗？把我打爆倒也情有可原。3G 比起3代增加了爆破属性，并且加回来了3代中删掉后而在玩家之间引起负面情绪的双刀、狩猎笛、冲枪还有弓箭，并且把3代里根据枪柄、枪身、炮口总重量决定武器轻中重类型的弩炮改回了轻弩和重弩2种，并且追加了一把全新武器来让整个武器种类数量来到了13种。这个梗还有人能接上吗？我在 P3 的自防冲和经过了3G 的鹿角弹弓之后，逐步形成了一个观点，就是允许玩家使用逃课武器其实也是游戏设计的一环。比起使用逃课武器造成的挑战性的降低，如果有一部分玩家因为难度门槛而无法体验到后续的精彩内容，那反而是一种可惜。加上猛汉从来都是随心所欲使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狩猎作为战斗主题的，所以我觉得比起全部武器都去做一遍平衡，有一个在心烦意乱打不太下去的时候的退路一定是好的。当然设计的前提是逃课的打法一定不能比正面挑战更有乐趣就行。也是因为 G 位陡然上升的难度、全日文的游戏文本、更严格的联机模式以及新的系统和狩猎环境，让我必须更加认真地对待这部作品，研究技能配装、挖护石、看视频、多学习，培养自己的熟练度，增加信心。另外一个让我对这个游戏投入巨大的原因，就是单刷集会所的时候，每一场战斗的强度和时间都不是单人的级别，在装备成型之前，一场打个30-40分钟也是常有的事儿，装备成型了也是常有的事儿。40分钟很长吗？足够我在3G 里打一只怪。哇哦！有很多人其实都在期待着猛汉4登陆 PSV， 但是其实在 3DS 公布的时候就同步公布了猛汉 3G 和猛汉4都将登陆 3DS 的消息，所以你看多掌握一门外语的重要性。我管这个叫明智，我管这个叫心想睡，医生们管它叫肿瘤。猛汉4，我们最早对于猛汉4的认知还来自于 3G 里面的概念预告。我当时为什么要买你来着？当时的概念预告片中，我们看到了满眼的马赛克，但是真的感觉很有趣。以前的猛汉从来没有见过的地面移动、丝滑的跑跳动作，可以在空中攻击，甚至还有地形破坏。正式版有，个别场景有。我们理解，确实掌机性能不能那么强求。老 3DS 启动游戏需要重启机器释放系统资源的情况，至少在我看来没有其他哪款游戏需要的。之后 PV 发布，看到预告之后的我所期待的是一部能网联的、更自由自在战斗的猛汉。我没想到的是，我所拿到的是一部把单人流程体验以及代入感直接拉到顶的猛汉。我很负责的说，之后的猛汉没有一部能达到4系列的主线故事体验。角色在即时演算动画里也能出演了，主题曲《履历之风》每次想起来我都想下楼跑圈，我就想想但凡真跑了，我也不至于当年胖到190斤。4代另一个开创先河的地方就是加入了网络联机功能，这也是当时玩家呼声最高的功能，只不过这也开创了另一个先河。按照4系的怪物强度，要是你在联机里掉线了，那除了自强，我真的想不出去如何安抚你的情绪了。在能网联了之后，各种地雷队友和定型文问题都让玩家呼吁官方尽快出一个黑名单功能，还有踢人功能。可官方一直保持鸵鸟心态，只能说谢谢你 Kirito。 对于猛汉4，最让我感触的其实还是这个作品对于游戏内角色塑造的琢磨。我们扮演的是旅团猎人，但是除了主角没有什么讲头的成长故事。笔头那边相对比而言更加正常的角色塑造和成长，就让人觉得这个猎人在怪物的世界里够真实。然后猛汉 4G 的限定机索性直接把它当做了主题，并且我完全没有意见。猛汉4带来的另一个飞跃，至少站在今天往前看的话算是个飞跃，就是一口气加入了2个全新的武器种，一步一步通过剪影之后再通过 PV 的形式公开。我希望猛汉6能大胆的加入点新的武器种，虽然设计成本越来越高，但是我们早就习惯了新武器不平衡、样式少了，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积累的。
毕竟算是2023年的话，猛汉本家已经有整整10年没有添加过新的武器种了。COG 还活着的时候，都想方设法往作品里面加入新的武器种。除了传龙棍和磁斩锤，他们甚至在手游里都添加了一个独占的武器种，不是这个啊，暴速斧。当然，既然加入了联网游玩功能，另一个不得不说的就是 Endgame。我经常说呀，猛汉3季之所以那么耐玩，不能联网应该算有一半的功劳。如果3季首发开放网络联机的话，可能2个礼拜就没得刷了。我懂，3G HD 能网联，可一个只能单刷，一个基本上永远没电，选吧。想必制作组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在4和4G 里加入了褒贬不一的一个刷子系统，工会任务。4G 里百4封顶的工会任务，还用破龙石击破怪物极限状态的设定，让不少玩家都觉得有些矫枉过正。但事实呢？我不知道，我带着太刀去混野方，直接被踢，轮不到我说。那会儿大家管太刀都不叫太刀，而是太刀。那对我来说呢？下一步。你知道叉叉读作 double cross， 但 double cross 的意思其实是欺骗和背刺吗？我也是在猛汉叉这部开始完全意识到，猛汉原来是一个非常有胆量并且非常敢做的系列。想象一下，在猛汉里面放进兽技，这在当年的老玩家群体里也是掀起了一波讨论的。长久以来，猛汉和大招这2个词似乎都是完全的反义词。但是也正是从猛汉叉的发售开始，我们正式给世界组和 P 组的风格进行了定性。P 组对战斗系统大刀阔斧的扩容，对游戏风格自信的巨大改变背后的野心，也都让我们印象深刻。叉中除了系列之前就存在的战斗方式，还新增了空战、强袭、武士道3种各有倾向的战斗方式。在叉中还新增了勇气和炼金2种风格。值得一说的是，猛汉叉中除了人的战斗系统有扩容，还让系列里人气逐步增高的埃鲁猫作为猫猫猎人，让玩家能够操纵它们。猎猫没有耐力槽，无法使用人类的恢复道具，但对冷热环境完全免疫，可以钻地回避绝大多数怪物攻击。8种不同倾向的猎猫可以配置技能，积攒技能槽之后释放对应的技能。好的，说的有点多了，我再多说一句啊，太刀侠布施龙太在猛汉叉里用了1次太刀，以及如果你不知道布施龙太是谁，他画出了最还原猛汉世界观和设定的漫画《怪物猎人 Epic》，另一个最还原的系列漫画来自鬼月，而鬼月的漫画甚至没有腰斩的概念。当然，到了叉叉的时候，他在首发那会儿被疯狂的吐槽，一大原因就是已经到了2017年3月份 ，Switch 都已经发售了，而猛汉依然在 3DS 上推出新作。而算上物语和猫猫村 DX， 这已经是第7部 3DS 上的 IP 作品了，狩猎动作的第5部作品了。另外，虽然总说游戏是个冷饭大合集，也有高情商的说法是个集大成之作，但是在叉叉发售的5周年之后，每一次回去玩都会被游戏庞大的体量所震撼到。这也是我整个猛汉游戏生涯唯一一部根本不用担心没怪可刷的作品。经过了一整个世代的洗礼，玩家们早就想看到一些真正意义上算得上是重大突破的出现了。对此，仅仅过了3个月的时间，我们共同见证了那一刻的到来。世界需要介绍吗？年轻人的第1款猛汉，塑造了成百上千万新玩家对于猛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游戏的认知的，开创了一个新狩猎时代的作品，也是卡普空开发的第2款采取发售后持续运营的猛汉作品，也是诞生了最多数量新生代猛汉内容作者的划时代作品。为什么世界这么火？原因很简单，世界就是一个推进自然、逻辑自洽、玩法牛逼、手感顶级、运营良心的几个世代都难得一见的好游戏。我没说剧情，直到病原推出。你知道我们当时为了让大家相信怪物猎人世界只会出1次大型扩展费了多大功夫吗？新玩家他们不信呢。虽然没有追加新的武器种，虽然还在用迭代了10多年的 MT Framework 老引擎，不过对于整个游戏的观感和手感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建模全部按照第8世代的水准重做，并且给所有的武器都追加了新的战斗动作以及招式连写，非战斗时候的动作也细致了很多，对整个操作和原先作品中需要一定学习成本的系统进行了非常痛快的门槛降低。有同一件素材装备但倾向不同的 Alpha、Beta 套装，不过删除了远程近战的设计差分，技能通用化，同时把老猛汉里需要配10点才能发动的技能改为1个技能点就能发动1级技能，大量技能可以叠到好几级，然后删掉了负面技能。游戏一改老猛汉中一张大地图由多个小地区连接到一起的设计思路，改成了一体化的大地图。从设计规模来看，每张地图的规模大概是此前作品中地图的2到2.5倍，时间流逝变成了标配，加入了环境生物，不同的时间里生物也会有对应的表现。除了一般的环境生物，很多环境生物还会有其对应的稀有种，
可以用捕获网一网子都回家放置到小屋里。在冰原里，小屋除了放置环境生物外，还增加了环境生物大小金、内购氪金家具和邀请好友来做客的显摆功能。世界全面升级的代价就是 PS4 那块硬盘的速度完全跟不上需要了，进一次任务读一辈子。但是怪物猎人世界也不乏争议，一方面来自于过度写实的画风下老怪猎里高对比度带来的幻想风格减轻了一点，一方面是大量的武器使用贴皮作为设计元素。但对于《怪物猎人世界》这部作品，在这几年我所观察的全球猛汉社区新老玩家反响里比较公认的评价，一个是《怪物猎人世界》是电子游戏整个历史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另一个是冰原把它全毁了。确切的说是飞翔爪所牵扯出的一系列系统和机制把它给毁了。就冰原早期，我甚至调侃说，还没买冰原呢，恭喜你拥有猛汉世界的完整体验。此外，从《怪物猎人世界》开始，这个系列真正意义上走上了持续运营的道路。在游戏发售之后，采取按月按季度推出更新包的方式，持续炒热游戏的话题性。实际上他们也成功了。怪物猎人世界相关的内容不想介绍太多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我前4年的视频里面挖挖坟。另外，氪金这个事情在冰原扩展里面进行了很大的扩容，这个我们后面展开说，我有的是话要说。而我可以确定的是，从2017年6月的 E3 开始，我们一步步地见证了猛汉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的诞生，之一。哦，对，突然想到他们在世界里面把用错了14年的任务完成语法给用对了。说真的，一时间还有点失落。一个 bug 出现1次是 bug， 出现1000次还没改，那就真成了一个 feature。猛汉一路从无印到 DOS 到 try 到4到世界，没错，太子说过世界就是5。那我们下一代要不用摩斯码吧？从世界开始，猛汉就从官方层面上结束了以数字命名的方式，减轻了代数给新人玩家的准入心理门槛的同时，还能把游戏本身的设计概念传达给玩家。但是每次就是有一些疑问到底哪一座是5，哪一座是6？要我说，到底哪一些是真正的序号座？重要吗？重要个屁！但如果真的要较真儿，序号是什么？你看到 logo 图腾里面有几个龙头就行。你看，猛汉2。我最早开始刷的猛汉是 P3， 但是我最早接触到的猛汉应该还是2DOS。那年我有了属于自己的 PS2， 那会儿获得游戏资讯的方式还受制于网络条件，主要来自于游戏机使用技术和电玩新势力，不过后者好像很早就停刊了。但是我还记得一些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预告片。对于猛汉系列的第一印象就是抱着一颗蛋满地跑，躲避怪物的追杀，也没看出多好玩，也不知道那个游戏其实就是猛汉。总之，之后经历过一些孽缘，我最终还是买到了猛汉2DOS。当年完全不懂日语的我，在浪费了1下午的时间，终于研究出怎么出任务，并且买了一把长枪之后，我还是选择了封盘。这一封就封到了2011年。而在那之后，我才了解到，原来我最喜欢的猛汉曲子之一和我最喜欢的动画瞬间，最早都来自于这部作品。那么，为了自己打出村剧情通关之后才解锁的这个动画，我踏上了受苦之旅。猛汉2在游戏设计上做了很多的尝试，特别是对真实性跟合理性的追求。能看出制作组确实是抱有极大的野心在制作这款游戏的。首先，游戏引入了之后，所有本家作品都没有时装的季节系统。猛汉的世界里面一共有寒冷期、温暖期还有繁殖期，不同的季节里，怪物的种类、可以承接的任务、可以造访的地图、产出的素材，甚至怪物的血量都是不同的。温暖期的怪物更耐打，但是物产丰富；寒冷期的怪物血量更薄，但是素材产量稀少。怪物种类方面，猛汉2加入了大量飞龙形态的怪物，这也是我本人更喜欢的设计方向。毕竟我们聊的是 Monster Hunter， 不是 Dragon Slayer， 多一些昆虫怪兽也能丰富世界观呀，对吧？除了季节，游戏的调和系统也和后面的作品不太一样。游戏拥有3素材调和以及腌制，一些主线任务需要用到的道具也要在自己的身上调和、打造并且交货。猫饭系统中的食材也需要玩家在市场上购买，一些比较难搞到的食材还需要进狩猎场自己采摘。猛汉2中虽然怪物没有疲劳值，但是在生态刻画上已经有了捕食、喝水之类的表现。不过在攻击设计方面，可能受制于机能和框架的原因，怪物的攻击依然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地方，比如无前摇的龙车判定，动不动就盘旋的火龙，一飞天就补下来的钢龙，满世界岩浆遨游的黑卡。算了，不说了，血压按不住了。另外，在战斗方面，2代沿用了此前 PS2 平台上的猛汉设计，用右摇杆模拟武器挥舞时候的方向来出招。话说21世纪的头一个10年，还是有挺多游戏都想把右摇杆玩出花的。战神用右摇杆回避，神之手用右摇杆回避，红霞乔伊用右摇杆控制 zoom in zoom out 的攻击模式，鬼武者3里用来变身，原始里按着玩，生化危机逃出升天里用来喊人和下达指令。有啥共同点呢？大多数游戏都是 Capcom 的。
神奇的是，我玩猛汉2并没有遇到太大的操作困难。我好奇为啥？游戏新增了4个全新的武器种，能用的真不多。尤其是我的本命武器太刀，好不容易从初代的大剑里面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武器种了，结果伤害低不说，牺牲了防御动作之后，也完全没有换来该有的机动性，气刃余量蹭蹭的掉，就算满了也没啥用，一点点攻击力加了和没加也没太大区别。猛汉4都没能让我叛教太刀，猛汉2做到了。2021年游玩2代给我的感受更像是游戏的设计师们把如何设计一个怪物横行又极度危险又富饶的世界，如何创造一个猎人通过口口相传把狩猎技巧分享给其他人的环境这样的设计，放在了最高的位置上。但哪怕是游戏给玩家故意使绊的那个部分，我也玩得很享受，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没有在做自己想做的游戏上面妥协的。想象一下，如果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玩上瘾了2DOS，而这也正是我对于每一个非竞技类游戏的核心评价标准。最后再管我玩的开不开心，你先把自己想做的给做了，我自然会被打动。更多猛汉2相关的内容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回顾视频，不要怀疑我的审美，我是喜欢樱花大战鸡舍的人。我没有打完，所以这个游戏的评价我们留到日后再聊吧。总算把我的怪猎履历聊完了，咱随便聊点别的吧。咱买来猛汉玩绝对不是为了体验那些3A 流水线一年能生产好几个的罐头作品，你买来猛汉玩是为了体验只属于猛汉的特色，它没多少替代品。我玩了挺多自称致敬的、号称挑战的、自称在卡普空做过游戏的团队做出的共斗游戏。你知道共斗这个词还是索尼为了对抗猛汉独占 3DS 而起的吗？他们都没有办法替代猛汉，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挺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可能夺过他的大旗。猛汉冲得太远太靠前了，我开了一条赛道，但没人能跑得过我。但与此同时，我还在不停进化，就是这种感觉。这种积累带来的直观体感不仅体现在销量上，同时还体现在我们的梗图里。猛汉对于经典游戏设计方法论的破坏程度一直挺让我感慨的。什么游戏必须一步步把新系统呈现给玩家，玩家一下子面对太多的系统和情报会畏难，怪猎就一股子14种武器大几十种怪物自己学去吧。实际呢，每种武器研究明白了，学习的量不亚于其他部分3A 游戏整个游戏的学习量。以及本期的标题当你做了10年猛汉视频，总要好过当你用了10年太刀，然后每一座依然被暴揍要好吧。与此同时，观众们也看了你10年的视频了，所以理所当然可以对你的视频提出一些问题。你怎么还没火？如果一个系列已经经历了将近20年的迭代，那有大概率它将会迎来一次重启。战神、古墓丽影、杀手、神鬼预言、鬼泣鬼泣这个不是，黑道圣徒我们今天不聊它好吗？那么怪猎有没有可能也迎来一次重启呢？不过又想了想，一来日常可能对重启这个概念并不迷信，二来重启的核心在于套用全新或者重大创新玩法到既有的系列，来吸引新玩家进来，老玩家回归。对嘛，创新也就是过去19年里猛汉每一步都在做的，最近几部下来感觉越来越激进了。19年前我的同学很多我都想不起名字来了。对大多数人来说，19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抛下执念，放弃追求，接受现实。重大亏损，用户信息泄露，绝地反击，东山再起，打下主机大战，网界所兴起，网界所关停，游戏寒冬1、2、3、4，智能手机洗刷市场，放弃在硬件性能上拧麻花，停止维护老机型数字版游戏业务，网游崛起，手游崛起，收购 Moyan， 收购 Oculus， 收购毕设，收购 Bungie， 收购 King Games， 收购动视暴雪，订阅制兴起，出几部 GTA， 也足够一家公司挥霍掉之前积攒下来的好口碑。但谁说的好呢？万一哪一天猛汉把副标题删了，给我们做一部从框架上完全革新的次世代猛汉，也不一定呢。之前所说的那期开放狩猎的视频之所以会诞生，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在玩了10多年猛汉之后，有关之后系列可以走的路，不管怎么去想，在改善当前寻找怪物的体验也好，平衡现在过快的游戏节奏也好，增强游戏的探索感、神秘感也好，我也有想过挺多的点了。但我发现我不论想什么方法，我能想到的终极解或者万能解，最终都落在了做大世界规模上。在以往的狩猎中，猎人会带着一把染色球，单独带占一格宝贵空间的地图出门找怪，但这不是强制的。如果你已经对怪物的生态了如指掌，已经知道了出任务的时候它会在哪里出生，会接着前往哪里，影子飞行的方向大体是哪里，会不会是虚晃一枪，但其实怪物特定的行动规律本身也是受限于硬件机能还有技术，所以只能带着镣铐跳舞。
在2023年，我不觉得接好任务进地图之后，怪物刷在特定区域是贴近自然的情况。当然，那期视频里我也看到了一些对开放化的担忧，但我可太不担心了。一开始我也担心，直到我玩了真正意义上卡普空推出的开放世界游戏《龙之信条》，就是卡普空最……我不认为卡普空做开放会做成产业公式，毕竟他们当时想做一个有卡味的动森，结果做出了猛汉。龙信之后，卡普空不是罐头开放世界的超大安模仿者这件事情就在我心里确信下来了。还在好奇的朋友，请试试龙信。10几年以来，卡普空一直在试图让游戏里的怪物行动更加自然，在行为里融入生态设定，而它的最终解一定不会是进入狩猎场打沙包，一定不会是一个罐头味的世界，它得是烤肉味的。老怪猎虽然一直在想着让玩家觉得怪猎是一个特别有生态感的系列，但在系列的发展中逐渐出现的问题，也正是生态的塑造和战斗是逐渐开始割裂的。我知道很多的生态知识，他们能运用到实战里面的还是有一些的，比如驯龙的听觉敏锐，所以可以用音爆弹干扰；比如夺冠鸟的脚有橡胶皮不导电，所以说没有办法用麻痹陷阱；比如前口龙冲刺时可以引诱它吃爆筒然后炸出来，你甚至可以接着锤掉它；比如岩鸽龙虽然本身会放火，但是火属性武器能打软它身上的石头；比如雷狼龙超带电的时候用捕获网去捉背上的超电雷光虫，可以解除它的超带电状态。但是随着制作倾向的逐步分化，强调战斗的猛汉其实基本上用不太到这些知识，只要弹它的攻击就完事儿了。我一直在期待这一款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怪猎。我跟着受伤的轰龙从沙漠追到雪山，击倒它之后修复了附近破坏的营地，却又在山顶附近发现了刚龙刚退下来的壳。我立刻观察附近的天气异状，看到暴雨的同时发现了一颗救难信号，正好打到天上。你可能会想，他这是在做什么梦呢？是啊，所以我才说这可能是一款根本就不会存在的怪猎。不过只要游戏规模大了，一切系列既有的痛点都能找到顺利的解。但上面说的这种与世界同级甚至更高的野心，是否符合团队对这个系列的预期？是否能做成？是否后花园、巨魔之地和自由探索都是对这种方式的一种试水？就只有下一座或者更后面的作品推出才会知道了。但是说一个最现实的比起加规模、开放化，有一个跨平台联机以及进度共通的猛汉，就是我觉得最现实的好消息了。一直以来，强化生态描绘和强化高效狩猎战斗都是略有矛盾的两种需求。前者能够在初次发现、研究猎物、了解生态时提供非常强烈的参与感，也能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可信。但是随后很多玩家会遇到的一个新需求，便会走向另一个方向，由装备的制作需求而诞生的重复刷同一只怪的需要。如果每次依然都要重复的进行痕迹搜寻、缩小范围、战斗准备、接战整个的循环，那玩家肯定也受不了。这种时候怪物猎人世界引入的调查等级设计就能很好的服务于打了一段时间之后有降低找怪成本需求的玩家。随着岛虫找到的线索变多，狩猎的次数提升，设定上玩家们对于怪物的生态了解就越多，然后猎人笔记上开放的条目就越多，直到后面进入地图后，玩家们可以直接在岛虫的带领下跑到怪物的所在地。但是问题也有，那就是这个岛虫。咱且不说岛虫本身的粒子特效实际上看来非常瞎眼，而且总是糊得满天都是。从生态调查结果上来看，实际上并不是玩家懂得多了，是岛虫懂得多了。而玩家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岛虫的跟屁虫，它飞到哪你跟到哪，然后机械性地按下调查按钮。但同时没了岛虫更不行了，如何能做到对着黑乎乎的地面调查某只怪物的脚印，然后自己判断它在哪，这更不现实。那如果有重复刷一只怪物来做装备的需求怎么办？可以试着把怪物的栖息地和活动情况在世界地图上标记出来。再不济，我们不是还有斗鸡场吗？再不济，我们不是还能跟骑士们借一下吗？喂，是猎都的孙子吗？能借你一只火龙吗？我这儿翅膀不够用了。这个发散的有点多了。说我已经不适应系列的发展了，我确实发现自己越来越对跟着版本更新打怪提不起兴致了，就总觉得这些东西或许等到下个版本出了再来虐吧。怎么又提升了刷的上限了？我还有一堆别的游戏要玩呢。然后全更新完了再叫我回去吧。好的，那么既然是我的视频，不来评价一下当下最新的一部怪猎就不是很有我的风格，对吧？所以接下来朋友们，怪物猎人崛起曙光。首先我们来总结一下，怪物猎人崛起曙光是一部让我非常惊喜，对很多的改动感到满意，却又是最让我担心系列一部分今后发展的作品。
接下来我会从优点、缺点和担忧3个部分对崛起进行评价。在正式开始聊之前呢，我先把不知道该放在优点还是缺点的一个特点放到前面。太刀现在唯一需要的一个技能就是拿刀3，其他所有的技能都是天头，唯独这个拿刀3，有跟没有它就是2把武器。这个部分可能并不会像之前几期 Rise 视频一样写的比较面面俱到，相对而言我感觉好话在前几期视频其实已经说的比较全面了，不过把本体和扩展合在一起还是有一些能聊的。曙光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一次对崛起玩法上的大革新，更多的是对于本体那些玩家们所诟病的内容进行修改和强化，并且对游戏的每个环节的内容量进行填补，而这正是一个 G 位作品所需要的。宣发上，我觉得这次曙光 PV 不按套路出牌，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压一压玩家们的期待。崛起本体对于砍内容也要分次更新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引起了玩家群体间巨大的不满。我可没夸张啊！所以这么做，一方面应该也是为了维持玩家们的期待，另一方面公开后也不至于在发售之前过度的拔高粉丝们的期待值，让玩家们能够更快、更心平气和地迎来反正都要发售的 G 位扩展包。结果，首发的曙光什么都没搞砸，太难得了！首发的曙光，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曙光新怪物的净数量。在上一期期待曙光的节目中，我期待游戏能有24只大型新怪，结果当然这是第2次更新之后的数据，一开始还是少一些的，之后还会更多。以及好家伙，现在的曙光居然已经有大小怪总计107种了，甚至比冰原还多了13种，10种是小怪。不过考虑到曙光还没有更新完，最终这个数字将会轻易超过冰原，并可以期待最终版本进一步拉近与叉叉的129种怪物的差距。曙光的怪物整体而言质量还是比较高的，虽然对我来说崛起这代带来了很多我在其他类型游戏特别是 MMO 中才能看到的以点线面组合而成的攻击形式，但整体来说我并不会过于在意这些，毕竟这些攻击安排有3大背景，一个是猎人的战斗强度直线提升，一个是角色移动性能在降虫的加持下有很大提升，再一个崛起跟曙光本身的怪物主题都是妖怪奇幻风格，所以有些不符合老猛汉但是符合当前主题的攻击方式甚至怪物设定，我觉得本身实际上是一个增加工作量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我认可。所以曙光从耐玩度方面上，我拿错了，这是下个部分的内容啊。好，那聊聊游戏的体验吧。在这个超大型扩展推出之前，我看到游戏将会再一次取消村任务的设计，其实我是比较不爽和担心的。然后我就看到了盟友系统的加入，可以说曙光推出之后，反而是我之前最担心的村任务取消方面给了我本次最大的惊喜。大师任务流程推进和之前世界冰原的概念有点类似，要么联机，要么 solo 打游戏的 G 位关键任务就可以推进流程。对于一下子还没适应快速切换和降虫技能操作的玩家来说也是很友好的。本身 G 位难度相较于上位和下位来说就是有极大提升的，可以联机也一定程度上放宽了系列新玩家的体验门槛。在曙光发售之前，我一直在吐槽崛起本体难度曲线的设置，要么就是从刚开始到开荒结束没有任何的挑战性，要么就是在配信任务里面甩进去一大堆巨难打的超特秒杀怪啊，没错，还没报酬。而曙光整个 G 位开荒体验在本体的基础上完善了太多， G 位该有的挑战性曙光也有， G 位的猫车数在我的装备逐步成型了之后也没见少太多。曙光在我心目中对于 NPC 角色的塑造可以说是仅次于4系列笔头队和旅团成员们的优秀，几乎每一名核心角色都在我的脑袋里面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剧情里菲奥莱纳一顿砸出了英雄之证和4822伤害的时候，我整个人的情绪都被调动起来了。我上面有刷2DOS 吗？10年下来，猛汉不需要剧情，没人在乎剧情，在我看来是一种非常傲慢的观点，这个言论你一定听到过。要我说，猛汉当然配得上好剧情，我们也值得一个好剧情。可以看出制作组在提升猛汉叙事能力上的努力，甚至在游戏发售之后还在官推上每隔一段时间发布一些丰富角色形象的短篇小故事，然后剩下99%的时间在推广自己的付费 DLC。 卡普空，你少发点 DLC 广告，也许我会考虑重新关注你。再者，老卡，你有必要给每一个发售的平台都注册一个社交媒体账号吗？世界以来6年了，咱们下回同步发售，然后就用一个账号发就行了，好吧？崛起的村落和据点在我看来是一个加分项，我是在 Switch 上游玩的，本身读盘体验现造于猛汉世界，在 PS4 上的时间简直是天差地别，快太多了。加上本体的集会所和村子同时进行加载，可以4个人一块在村子里逛街，同个村子里快速移动不需要读盘，各种常用功能 NPC 安排的位置都比较合理。到了曙光之后，干脆把这位的集会所和村落做成一个地方，也算是一种功能性的精炼。老地图的重做很让我惊喜，特别是水墨林原本过不去的金字塔，现在不仅能去了，能逛了，还能一览臭水沟的全貌，真的太好了。
就这一点，我特别希望能在今后的猛汉作品里面持续的看到。地图整体平坦化得益于这次主要服务于动作戏份的 Rise 本身的设计理念，以及御龙系统不再需要一堆斜坡和马路牙子制造空中攻击的机会了，少了几分地形元素的密度，但对于作品本身的设计目标来说，服务的非常好。虽然我非常不认可删除冷饮热饮的行为，但是直接在本体里就时装冷热区域，我本身还是很认可的。就冰原的 G 位扩展是用一张地图的温度去决定的，而低温区域以往就一直没有缺席过，就总让我觉得冰原从逼格上就缺一点意思。曙光的扩展就把西方妖怪的主题和地区融合得很好。崛起里所有的配金任务都回归了老怪猎下载后永久存在的方式，而非信使轮换，这个做法本身是深得我心的。当然，他们的报酬以及因为这个而引发出的另一个特别要命的问题，我们之后会大篇幅讨论。在冰原被无数吐槽淹没之后，崛起和曙光从一开始就没有引入飞翔爪和投射器。当然，我相信这一点并不是因为飞翔爪的口碑差，而是崛起从一开始就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自洽战斗体系。虽然说实话，我还是非常怀念长枪的飞反，但是一想到飞翔爪会带来一裤衩子问题，还是痛快地打消了这样的念头。当然，也许德田他们重新捡起了狩猎工具这个点子之后，会去重新设计一版，不那么强行逼着玩家去用的话，说不定也会很好玩呢。当然那都是后话了。看我直播的朋友都知道我对飞翔爪的态度，能不用我就不用，就是这么不喜欢。曙光相较于冰原，针对对应的本体所做的扩展基本都发生在游戏体验改善以及内容的增量上，几乎没有犯冰原强改战斗系统逻辑的错误。这一点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正确的，就别总是想着在一个大型扩展里做什么惊天动地的颠覆性革新，那样至少不会破坏本体里面已经很合理的战斗 flow， 也就不会存在太大的翻车可能，没有太大的翻车可能。另外，我个人而言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加分项，开发效率。如果你只有一半的开发时间，如何能最快的做出一个好游戏？拿现成的呗。于是兽技摇身一变成了虫技，用降虫这个外挂无缝融合到 Rise 里。不过也有一些成长的烦恼，比如新引擎带来的手感调整方面，没办法在一部作品的周期里调教出一个足够爽快的，所以就有了这部作品里面稍微有点怪的手感，但一定会在下一代有巨大提升。信我，不信我也信制作组。Rise 用一只小虫子完美解决了需要兼顾新意和节省开发周期，并压缩成本，同时拓展游戏规模4项艰巨的使命。降虫这种没得解释的生物，就好像专门为了狩猎而诞生的东西一样。面对落差巨大的地形，它可以提供横着、斜着、自由瞄准3种快速移动形式，极大的提升了地图设计的纵深感。猎人飞到墙上还能顺便蹬墙跑。先别急着惊讶于猎人的足部性能提升，他们的狩猎能力会让你惊掉下巴。还记得上面说的体验3大核心吗？你的家伙事儿，你的技术，还有你可靠的好伙伴。我没有说你起开。最主要的，为了把猛汉叉叉那一大堆现成受技的时装找了个由头，能够体面的回归，既有情怀又大大节省了开发成本。还有一堆本片中被诟病到了超大型扩展中被修改来的体验提升型改动，包括但不限于直接跑向墙壁就可以开始攀墙，攻击打中怪物的特效强弱可以调整， NPC 的语音频率也可以修改，护石新增加了保护功能，大翔虫在地图上新增了落点预测显示，除了营地之外新增了随从观测点，随从也可以随便养成了，不再像本片一样必须刷刀戟了，快捷轮盘也从4组翻倍成了8组了，终于可以选择是攻击御龙还是按键确认御龙了。霸主没了，百龙也没了，那以前上位和这位经典的随机空降呢？快速切换原本是我在曙光游玩过程刚开始阶段非常不适应的一个方面，但作为替换机系统的一个补充，我还是愿意给快速切换一个比较高的评价的。在刚开始体验的阶段，完全记不清2本书里面每本书我安排的技能都是什么，甚至在游戏开始的一段时间，我对这个切换非常抗拒。不过在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可以在一次战斗里把樱花加居合加钢七刃斩用来开刃，灯笼加水月用来消耗七刃，并且还能用神威纳刀的动作把整个七刃槽的等级增减跑得更加灵活顺畅的时候，这一刻开始，快速切换成了一个加分项，而非战斗时的臃肿系统。当然，如果确实就是感觉自己手忙脚乱反应不过来的话，也完全可以设置2套差不多的动作，然后带个和气当做回复降虫资源的方式以及回避手段。优化方面，我不知道卡普空用了什么魔法，反正他们做到了。我手上拿着的 Switch 确实跑起来了曙光，它真实的运行着，并且随着系统的扩容，画质方面不仅没有像以前一样降格，反而肉眼可见的进行了提升。这光影，这渲染，这过场动画，你敢相信这居然是 NS 上的即时演算吗？游戏内的脸我们另说哈。边境的几龙回归了，这是不是代表着边境的一众怪物都有了回归本家作品的希望？我觉得是的。运营了10几年的边境所积累下来的资产和运营经验，
当然理应成为卡普空唾手可得的巨大宝库。你知道边境的助理制作人沙野元气负责了 PC 版的 Rise 吗？不过我知道你们在想啥。如果可以，我也希望穿龙棍和磁闪锤能时装本家的。不过他们如果时装了，就代表世界组接下来已认为以力回和高机动快节奏为核心的战斗逻辑是后续作品的设计方向，所以这一点我还挺怀疑的。但是另一方面，巨大的怪物储量和设定积累不正给原创装备武器带来了可能吗？曙光第2弹更新是几茶龙，现在我们基本可以确认，边境对于本家的反哺已经开始。对猛汉，特别是节奏风格更快更放飞的 P 组来说，真的是无价之宝。上一次有边境怪加入本家作品，好像已经是14年前的 P2G 的绵鸟和熔岩龙了，这意义可太大了。说到2个组开发，几年前我可能还会用正统组或者序号组来称呼由德田藤冈领头的组，用便携组或者外传组来称呼由依赖小岛这边牵头的组。我很负责的说，崛起之后我不想再把 P 组称为外传组了， P 组就是 P 组，他们的猛汉屌得很。另外一个最近几次的感想，攻击系技能现在除了开火逆恨这些，现在居然还加了一个伏魔耗命，技能如其名，燃烧生命化作攻击力，而且这还是个解禁怪的原生技能。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就卡普空想让你试一试，你就去试一试，狠命堆一下攻击力，打伤害看一看什么体验。 No， 别的再加上比如说霍凯、狂龙啥的，想象一下，一个猎人在开打之前，先给自己又自残，又注射毒药，又接种寄生虫，又想方设法挨揍，然后我准备好了。在之前的作品里，我从来都不会把随从培养放在足够重要的位置上，因为你知道的，随从嘛，能吸引下仇恨，帮我提供一个吃药补血的空档就好。但随着游戏的进化，猫狗在攻击和辅助方面都有了越来越高的地位。可他妈走仇恨，我怎么 GP 啊？但实在没办法，我们在崛起本体里并不能把游戏里的猫狗任意洗技能，所以随从的培养必定伴随着大量的重复刷和解雇。好的是 Rise 里的解雇不用看道别动画了，这不一定是好事儿。但是你懂的，曙光里的猫狗都能随意改技能了，你可以和解雇的猫狗说不用回家考公务员了。曙光有上述非常惊喜的提升，那这是否就意味着它没有问题了呢？说换区就换区，头也不回，真没礼貌。为啥每只怪都这么爱挑？你这判定哪儿来的？你这又是哪儿来的？各种意义上的判定不明，这个铁山靠怎么撞到我的？为啥我对着快捷轮盘摁半天你都不喝药？哎呦大哥了，我要纳刀啊！谁让你翻滚了？为啥我摁住 A 呼唤狗子的时候，它总是快驮上我的时候停下来？我10次里有5、6次都要停下来等给我跑过来，它4条腿凭什么跑不过我2条腿？哎，为啥每次我大招都能碰到怪物硬直或者间歇空大？胖虎的尾巴不放下，角龙抬身不下砸，阎王对我突然使用岩拳吧？各种判定，该粗的不粗，该细的不细，该是部位判定的全身都击飞，该全身攻击的又架不到招。哎呀，近战识别，远程秒杀。没事了。哎，说到这个版本号啊，这是个运营了不到2年时间的游戏而已。FF14 现在才出到 6.0 大版本。我好话说的差不多了。接下来该总结一下，至少对于我个人而言，猛汉 Rise 和扩展包的问题了。剧透一下，问题不少。首先我要问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你还在玩曙光吗？我已经不知道刷点啥了。游戏推进方面，崛起的游戏内容推进框架很多还是按照以前的 P 作去设计的，村和集会分离的形式，配信任务下载的形式，那么游戏就应该采用经典的猛汉买断制模式去做，而也许是尝到了商业化运营的甜头，对一个明显设计之初就打算做买断制的游戏进行运营化，推行所谓的大版本更新，弱化特定装备驱动力下的刷怪，而大推皮肤 DLC 售卖，这些都是服务型游戏的思路，就不太看得懂这部游戏的自我定位到底是什么。曙光的 11.0 版本更新之后，我没有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刷怪异化，就像我以前说的，游戏的内容量问题对我来说并不是内容少，而是内容的消耗速度过快。而不管是工会任务还是怪异化任务，挂载强随机性系统的内容，特别是怪异还卡等级，那不管能让我的游戏时间提升多少，我都会敬而远之，而且基本不会主动游玩。大随机说的好听点是用较低的开发成本创造更高的单位游玩价值，说的直白点，你这不就糊弄我吗？不是，你以前护食不也大随机吗？护食至少对我来说是捎带手刷的，我不会把它真的当个事儿去刷。我不知道各位啊，我就正常打就能出一些能用的护食了，当然我也从来不追求极限，我日子过得够极限了。曙光的攻击反馈还是有点怪怪的，这部分我可能在直播中聊的会多一些。从太刀来看的话，
每次攻击卡一下，而非类似世界的清脆反馈，不仅对于手感有些许弱化，还影响到了一些攻击的预输入。这部分我在本体中提出过，当然 G 位作为一个扩展来说的话，可能也不太好改。直观感觉的话，可能预输入的窗口只有当前卡肉结束到后摇完全结束这段时间之中才会生效，这也是上面所说的本应该纳刀，结果翻滚出去了的一个原因。浮木兔，它所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给怪物直接标记在地图上这件事情提供一个借口。那如果你把卖皮肤也算上的话，那就是2个价值。拍照这个不算啊，没有它一样能拍。这也引申出 Rise 自始至终的一个核心的感觉，就不要太当真，赶快去打怪吧。我能够大概理解制作团队提升狩猎节奏的同时，在角色、目标怪物以及沿途的鬼火鸟3部分上做路线规划，或者干脆就以最酷炫的方式赶到目的地开战上面的想法，这也算得上是一种层面上的强化吧。那说到跑图了，我知道不管是老怪猎还是新怪猎，怪物换区玩家追击其实都称不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游戏体验反馈。游戏最有价值、最直观的魅力呈现还是那些既有观赏性又有策略性的战斗。但是为了侧重战斗就降低狩猎中的探索成分，感觉更多的还是一些攻击上面的考量。毕竟崛起相比于以往的作品，它确实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开发。理解归理解，就我个人而言，还是更倾向于世界的导虫系统。相较于世界的导虫系统，老怪猎的染色球对我来说才是更能体现出正常狩猎感觉的设计。增加游戏节奏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在更新同等量级的内容时，创造出的游戏期待已经远小于慢节奏的期待。人们会想，虽然可能设计成本相同，但跑到玩家手里的实际情况可能就是不够玩1个半小时的。就好像去快餐厅吃饭，哪怕量很大，它也会让你很快的消耗完。但是别误会，就事论事，尊重我时间这一点上，我还是很感激的。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并不在乎浮木兔卫星定位系统，很多人觉得冷饮热饮去掉是好事，他们打断了游戏节奏，觉得游戏节奏就是快点好，觉得调和书去掉就是好，他们太占地方了。很多人觉得游戏向着强化微交易的方向一路狂奔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现在游戏都这样。但是从一个系列老粉丝的角度，我觉得之所以让怪物猎人显得如此与众不同的元素正在迅速流失，因为上面说的这些改动的点在改动之后，在狩猎动作领域里并不会让猛汉变得更加猛汉，他们反而是讨鬼传之所以是讨鬼传的条件。我的武器打到怪物的硬甲上就会变钝，所以说正常概念里我需要磨刀。这么大的一只怪，它会在虚弱的时候逃跑，会换区，会针对猎人使用一些符合他智慧的战术，但同时怪物和猎人的实力差也能让猎人产生敬畏感。冷饮热饮也是同样的，它不是服务于战斗的，战斗是沉浸感占比最大的一环，而冷饮和热饮服务的是世界的塑造。因为冷所以喝热壶水，因为热所以要喝冰水。小怪的存在也是一样的道理，染色球失效之后，热气球的存在也是一样的道理，昼夜交替也是，没有狩猎价值的环境生物也是，秘境也是。环境生物，我觉得世界里面的环境生物是一个特别有世界一体感加成的设计，它们不一定对你的战斗有帮助，但是一定会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加合理。而崛起里这种没用的生物不够多，好吧，压根儿没有，大家都是猎具生物，都能在战斗中发挥作用。如果有一些能让整个世界变得鲜活的生物，我会很开心的。当然这就需要一个更加强烈的硬件支持了，所以 NS 啥时候出后续机型啊？我知道听起来就好像我一直对 Rise 充满抱怨，但实际上能夸的确实已经在之前的几期节目里面夸的基本到位了，感兴趣的可以回去看一下我是怎么夸的。怪物方面，我们现在好像已经习惯了封面怪打着打着进强化形态，把特殊形态打爆，怪物倒地硬直雇佣，然后进入站桩输出模式。我不是很喜欢打着打着就炸膛的机制，也不是很喜欢那种密集攻击加满地放弹幕加频繁窜出屏幕，然后从不知道哪个地方突然发动攻击的方式。而我的应对方式就是 GP， 现在是个武器就哐哐架招，你快乐吗重棍？也许你才是真正懂得快乐真谛的，挺好的。这座怪物的判定写得很写意，玩家判定的巨精细，空就空了吧，下次继续努力。我不觉得我会在曙光里投入大几百小时来刷，它的强度对我来说确实有点太高了。以往打怪还可以凭借肌肉记忆腾出半个脑袋来和观众互动，和朋友扯皮，而当下怪物人均高伤害加多动加瞬发判定加绕背加弹幕袭击加屏幕外攻击的状态下，作为一个养生区老猛汉玩家与主播，真的很明显感到不论是脑子还是手都已经跟不上了。另外比较遗憾的就是整个崛起明明是最适合搭配翔虫的机动性，推出一个足够有趣的超大型古龙战斗的。不过曙光的更新还没有结束，还有机会，希望吧。还有一个让我的沉浸感扣分的项，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那就是猎人笔记里面对怪物细化到每个部位吸收的数值和精确到100%的素材出率上。因为这不是 UI 层面的东西，是设定上，这就是猎人们记录狩猎心得的笔记本。
我的话可能只需要了解到每个部位吸收是好是不好就够了。猎人把数值写出来真的好出戏啊，就感觉我摊牌了，我们就是个功利游戏。你想玩本质吗？去玩数字去吧。你甚至都不愿意和我装一下，好歹让我有点当猎人的自我欣赏嘛。为什么总有老玩家说猛汉现在少了些经典的味道？也是因为从我刚接触这个系列的时候，他们就会大大方方的把狩猎动作的标签打在游戏盘盒的正面，然后再在背面再写一遍啊。他们现在也是这么干的，只不过现在看来更像是一个系列仪式感的东西。毕竟谁会真正去查什么是狩猎呢？狩猎从标题单词分析，狩猎的意思包含了寻迹、准备、追逐和捕获与杀戮，每一部分都会占用精力去准备。而作为游戏，猛汉这个系列一直以来都在比较努力的去还原那些虽然出发进地图但并没有在与怪物作战部分的体验。猛汉历代的 OP 都在尽力的将怪物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细节、猎人在地图中的各种行动、人类与龙人们的社群关系之类的信息较为全面的传达出来。OP 这部分，我尤其对 4G 的开场动画那段狩猎生活印象特别深刻，可以说完整的描绘了整个狩猎从准备阶段到出击再到狩猎的过程。后来到了世界，虽然没有了 OP， 但是披上隐身衣装，你可以完整的看到整张地图里所有生物活着的样子，甚至有人专门出了一整套生态观察系列。我手头也有一本新大陆的生态纪事，非常推荐大家入手看一下。如果我们真的就不需要狩猎模拟的话，那取消冷饮热饮、调和书、地图、染色球，这只是一个开头。放弃狩猎过程的模拟，也就意味着我们也不需要磨刀了，也不需要调和子弹，不需要回营地补给了，也不需要耐力槽了，不需要，因为它们都是让战斗变得有断档的设计。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染色？因为在你没有那么熟悉一只怪物，却又对狩猎这件事情比较熟悉的时候，你的狩猎思维会告诉你，怪物快跑了，得补一个染色。与之相对的，跟丢怪物就是对玩家的小小惩罚。这一切都是服务于狩猎模拟这个大概念的。我玩 Rise 的时候，就偶尔也会产生和猛汉叉叉首发的时候有点类似的不满情绪。猛汉这个系列好就好在它很难被替代，找不到真正够格的竞品。但没有竞品也是一个大问题，就是不管当下这部作品如何，你都得受着，因为很多问题的改善在眼下这一代是看不到的。但话又说回来，猛汉叉叉在推出之后，尽管当时真的是骂声一片，他还是为另一款作品成功的争取了宝贵的开发时间，并且让猛汉从日本国民狩猎游戏摇身一变成了现象级游戏。Rise 现在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我还是很有信心会在不仅是序号组的新作里，更是 P 组的新作中得以改善。我唯一在意的就是卡普空会不会依旧只给有限的资源，却又对 DLC 内购收益有着指标要求，所以我需要明确一下态度。我对制作组有信心，但对卡普空，我觉得我得留个心眼儿。这一定程度上也促使我产生了希望猛汉能有一个够格的竞品出现的期待。配信任务在 G 位首发的时候没有，但是在后续版本更新之后，还是回归了按周发布配信任务的方式。虽然很偶尔会有一身外观装备，但是依旧没有联动。虽然不想这么说，但是如果世嘉现在做索尼克的游戏联动都已经比你猛汉要强了，卡普空你就要好好思考一下原因。下一座多给 P 组留点时间，多些经费，多一些创作空间。另外一个我认为的缺点可能更加因人而异，也就是说，我不认同你说的。怪物猎人这个系列的技能系统在简化之后，又在发动条件上不断做文章，不用凑点数，不用权衡负面技能影响和外观对心情的影响，技能发动门槛越来越低，也就导致了每个技能的效果也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响。而为了配合新怪物、特殊种怪物的推出，又必须新增技能来补平落差感，于是各种怪物专属技能也应运而生。但是人的想象力是有限的，系统的规模也是有限的，那么几个因素整合到一起，我们就得到了现在的阶段性答案：文字游戏。可能技能的规模也是制约猛汉每一部作品登场怪物数量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只是 OK， 我需要先红血再切书来使用这个技能，但这个技能和我现有的 buff 不叠加。那续作里要不要来一个重大彩的技能？抽出天佑护石，并在任务中被发现的状态下保持饿狼状态，连续烤出烤熟的肉10个且不挨打，本局攻击力2倍且必出怨念物。该效果在恐暴龙断尾之后消失。我哪怕玩个手游有这么累吗？那后期更新的方面，从世界开始，持续更新成为了猛汉维持社区活跃、促进长线销售的核心手段，正好也给世界刚入坑的新玩家介绍一下，世界都已经5年了。介绍一下前世界时代的猛汉是如何维持社区活性的。配信任务，千奇百怪的配信任务。因为游戏框架的限制，同时也是网络和硬件的限制，猛汉一直很积极的在游戏的整个生命周期里推出各种有意思的配信任务。联动系列的，比如说巨人配信、牙狼配信、任天堂系列配信、范马刃牙、军曹系列、USJ、法米通、电击和 Jump 系列、海贼王、MGS 和平行者、优衣库、
鬼才联动在这几代里确实密度降低了不少，特别是崛起那些个配信武器啊，范马刃牙格斗术双刀、铁碎牙、USJ 系列啊，这个倒还在啊，萨姆斯重弩、西施会的猫装备、马里欧的猫装备、调查兵团装备、啾啾回血锤我这辈子都拿不到了，海贼王联动的太刀和天气棍啥的都好有意思。这里需要特别夸一下世界的联动啊，贝西摩斯和巫师3的联动有意思疯了。不过感觉总数上来说，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联动搞起来。自从猛汉开始搞全球化之后，很多日本地区限定的动画漫画 IP 就很难搞联动了。不过我们还有大批的游戏 IP 可以搞啊，题材上永远不少的。那配信除了版权联动以外，还有超鬼畜的电击白海、双狮祭天、大姐大天会、不灭钻石、大小翠水、怪物猎人。插一嘴啊，我挺希望以后的村毕业任务能出一个单人挑战版的。你想啊，如果村毕业的任务是 Monster Hunter， 我就会有一种这个任务在向我发起挑战的感觉啊，我就会觉得如果我打不过他，我游戏生涯就远没有结束。我在微博上问过一嘴，各个玩家心中印象最深的猛汉任务是什么？那么在各位观众的概念里，印象最深的任务又是哪个呢？好，说完了配信，来聊聊 Endgame 吧。关于为什么每次都是新作发售之后，反过头来觉得可能前作的 Endgame 体验反而更好，这个情况我自己也有回头想过。对于新作来说，我这1年多只有一部当下的全新作品可以玩，我没有别的选择。它是现在进行时，而且所有人都在玩。加上一个作品的缺点会在高强度游戏的过程中后期被极大的放大。对于一部作品最为中肯的评价，通常也很难真正的在放下它一段时间之前给到。但同时被放大的缺点又能体现出当下存在的最大问题，其实是个特别有价值的反馈。对于老作品来说，它在发售时也和后面的每一部作品一样，有着来自于玩家群体对于 Endgame 的批评。然而经过时间的沉淀，它最终都会归纳成一个来自个体相对完整的评价。实际上每一步回头去想，好像都不错。好拧巴，我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作品啊？每一座猛汉的 Endgame 玩法做的太刷会被吐槽一件武器因为一颗珠子一个护石200-300小时毕不了业，做的门槛太低又会被吐槽说太简单没动力。我觉得这倒都是合理的吐槽，毕竟玩家自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和以往的每部猛汉作品一样，因为游戏本身是高精力投入与高情绪反馈的游戏类型，它的正负反馈来的都会比较突出，并且负面的反馈其实会随着游戏的时间变长而不可避免的出现。这里得有个预防针，因为以后我们所碰到的每一部怪猎也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作为一个太刀侠，4G 的时候还沉浸于过去几代作品里太刀和回避性能的完美搭配，殊不知 4G 已经是回信与太刀的绝版组合。之后太刀的性能一路高歌猛进，猛汉叉、叉叉、世界、冰原、Rise、曙光，下一代该削了。就说到神威居合啊，这个神威居合的前置准备动作中，如果受伤，那么它就会自动消耗一段7人等级无伤架掉当次攻击 ，AKA 操作失误。另外啊，你干嘛呢？攒大招呢，别问。那你现在干嘛呢？累了，歇会儿。作为玩家，如果我们想要表达自己的着急或者其他的不满情绪，特别没问题。但是请务必讲道理，特别是摆烂这种带有指控对面主观敌对性的描述，更是最好别随便用，因为它的传播性太强了。特别是这种负面情绪的营销将成为玩家社区抱团输出情绪最直接、来量最快的方式之一。他们可以以他摆烂了为理由，先给他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过，然后采用破解、传播和发布黑客泄露消息等等所谓正当的方式来报复他。起因就是他摆烂，这个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的前提。但是毕竟每个人对新兴词汇的理解都不尽相同，所以这部分就别太当回事就行。游戏里怪异化的怪物的视觉风格设计就看这些怪异化怪物的红猩猩特效，总觉得我掏出个笛子吹个曲就能把他们送行了，也就有点毁眼睛。种种大小问题让我越来越找不到打开这部作品的动力，但是这些内容都不会成为在我心中真正让这个系列变成泯然众人的平庸之系列的诱因。我绝对尊重不论是 P 组还是序号组对于系列发展的理解，很反感销售焦虑的行为，我也佩服他们对系列进行激进变革的决心还有骨气。我对这个系列的开发者们充满了信心还有尊重，但一码归一码，这种系列下行的可能性是否存在？是，而且相当巨大。听我解释。如果你和我一样也玩了26年的单机主机游戏，被这些游戏养成审美的话，就可能和我一样，虽然愿意开放尝试一些自己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或者接触不深的类型跟系列，但同时也一定十分明确的知道自己不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怕什么来什么。游戏产业已经变了，主机游戏依然强势，但更大的市场已经从正经游戏转移到玻璃屏端了。我是在说手机游戏不正经吗？内购，通常来说，我对于不影响平衡性的内购都是比较宽容的，自己也会买一些付费 DLC 来扩充角色的外貌。一开始都还好，但是到了曙光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儿，这个想法也彻底颠覆了我之前对买那些内购相对比较宽容的看法，而这也成为了我对曙光以及今后猛汉系列发展最为担心的一方面。我所买的 DLC 们，他们从来都是配信任务的报酬奖励，是奖励你玩游戏的，奖励你投入的精力的。自从怪物猎人世界开放了付费内购商品以来，大多数内容一直都还是视频、贴纸、动作、声音、涂装这类内容。但曙光的幻化外观武器也还是让我产生了担心和巨大的反感。我也不希望一个先把随机重刷机制带回的系列，然后开始把付费内容往装备和武器上引导的实践和那缥缈不定的 pay to win 的可能性联系起来，因为他们都会让游戏显得廉价。遗老玩家又来阻止游戏进步了，对吧？就为什么会担心呢？现在的付费 DLC 他们又不会影响游戏的平衡。猛汉叉叉幻化系统出了，我想着还好不是付费。怪物猎人世界冰原付费家具出了，我想着还好没碰装备。怪物猎人崛起付费外观装备出了，我想着还好没碰武器。怪物猎人崛起曙光付费武器外观出了，我想着还好没碰数值和付费抽护石。那事实上确实越来越过分了，所以我担心啊。我暂时还不觉得他们会这么做，要真这么做了，你们很快就会看到一期言辞非常犀利的节目，而那将会是我的最后一期猛汉视频。到那时候再说我遗老阻碍系列发展也不迟，这一天最好永远别来。通过游玩配信任务来打造新装备的形式就不错，单独为扩展包付的费已经两清了。把本应该投资到提升游戏内容量和品质的开发资源转移到付费内容的开发是个极为不好的开端，这个我可以给你打包票。我有多喜欢这些装备的设计，我就有多讨厌这种贪婪的吸金方式。因为假如付费外观对猛汉真的是优秀的文化，真的让钱回馈到让玩家享受游玩过程的内容制作上去了，那我们是不是配得上更好的？为什么没有这么多付费 DLC 的时代，我们玩到内容反而远多于现在呢？往前对标一做就够，都不用继续往前对照，我怕欺负人。说实话，我真的没有信心他们在接下来能做一些全新的我没有见过的怪放到更新计划里。再回头看世界的贝西摩斯、炫灰龙、古代陆手鲸、明赤龙，一直到去年的下半年，我都能看到玩家们做怪物猎人世界的感谢视频。我衷心的希望你们今后的游戏运营规划配得上你的玩家质量。卡普空微交易让我明显的感觉到卡普空正在试探玩家的底线到底在哪。为了至少别让我自己在5年7年之后玩是一部充斥着手游抽卡风味的怪猎正作，至少我在自个儿的视频里必须明确一个态度，咱不支持游戏里塞进海量的微交易内容。我们刷配信不是为了整那么多打怪用不着的表情和称号，我们要的是装备和武器，这才是大多数人猛汉的重要刷点之一啊！我现在觉得自己在 Rise 发售那会儿在 DLC 上花的钱，除了成为把卡普空的贪欲勾起来的帮凶以外，并没有能够成功的刺激游戏去开发一些回馈给玩家的东西。卡普空缺钱吗？这是个1000万级销量的 IP， 他们缺钱吗？我不是在说伙计们记住这一刻，怪猎从现在开始完蛋了。那绝对不会的，因为顶多就是人类灭绝而已。猛汉现在已经达到了自己力所能及的用 DLC 坑钱的天花板，而我们知道天花板的上面是另一层天花板。只是这几年眼看自己最喜欢的系列，玩了快半辈子的系列，一步步开始步其他那些贪婪厂商的后尘，我觉得现在发生还来得及。我接触过市场相关的工作，知道卡普空是会看玩家反馈的，所以认为有必要大大方方的把担心说出来。可是岛尼怎么不见你在世界冰原的时候说这些问题呀？他们的更新和配信多有诚意啊！要知道世界那会儿甚至还给玩家设计的武器做建模，喷气大剑 anyone？ 你说这 DLC 多不多？真的多。如果要看数量，我们就来看数量。崛起加曙光的 NS 版，除去一个曙光本体 DLC， 其他的分类详情在这儿。各类型占比如下，其中损害游戏后续游玩价值的部分占这么多。世界加冰原的 PS4 版，去除一个冰原本体 DLC， 其他分类详情在这儿。各类型占比如下，其中损害游戏后续游玩价值的部分占这么多。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担心了吧？你自己瞅瞅卡普空，你自己瞅瞅，这游戏还远没更新完呢。他们这次试水成功以后，不会把怪物的基础武器都做回贴皮来刺激你买外观吗？
远程近战砍了之后 AB 套也砍了，真的就只是因为没时间做吗？这可不是好迹象。我知道2022年是你们卡普空的小年，全年只有一个曙光扩展包和一个生化8的 DLC， 但是钱不是这么挣的。你们这个财年还有生化4呢，我倒宁可你们本体卖70刀，扩展包卖50刀，然后一次性多塞点东西进去。通过持续运营来阶段性炒热话题，进一步刺激 DLC 贩售，对于每一个游戏发行商来说，咱们现实点，选择使用这个模式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把所有原来放在游戏里通过游玩就能解锁的东西藏在一个个 DLC 后面，消耗的是猛汉这个游戏本身最核心的游玩乐趣跟目的。我对猛汉的开发者们有信心，这不代表我对卡普空这家上市公司的天然逐利属性和潜在的后果有把握。毕竟如今付费 DLC 的庞大帝国，一开始也源于玩家对老滚4湮灭里那句不就是个马的装甲吗？我希望2代游戏之后，我们能够比较欣慰地说出，我们当时很庆幸自己发表的意见，对于让游戏没有能一路滑坡下去，能够悬崖勒马，有过哪怕一丁点帮助吧。一个1000万粉销量的老系列，如果到了需要付费 DLC 才能保持更新，而且是这种质量的更新，那它莫不如就别更新。那下一步呢？猛汉 P6 大师1、2、3、4弹更新分开收费吗？额外付费进行护食抽奖吗？付费解锁怪物的换色皮肤和装备吗？狩猎季通行证？要不学学育碧，花钱减少体验的时间？就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其实并不指望猛汉能拿个年度游戏改变业界，我们可能只是想下半辈子能一直体验到那些让猛汉如此与众不同的游戏体验，并且心甘情愿每年掏钱买游戏、买设定集、买手办、买 Amiibo、买盲盒、买雕像、买公仔，各种各样的周边，然后依然在游戏里丢进大几百个小时。我现在很怕自己玩到新作之后，反而觉得曙光这种操作居然还可以接受了，那得多突破下限啊！但插一嘴啊，现在海外已经有人开始把带着付费外观武器的玩家踢出大厅了，这就太扯淡了。它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挑起了玩家社区内部对立。咱有一说一，这些付费武器设计的真的很赞，我特喜欢这些外观和特效设计。可只要我想到这么好的东西原本都应该是通过让玩家通过游玩获得的，再回头看这么多的资源、动画、声效、美术、材质，从开发游玩内容中倾泻出来，再联想到游戏本身把本片的内容从首发的状态中抽出来，硬叫做免费大型更新，这也许就是 Rise 本身的设计思路吧。尝试玩家的容忍下限在哪，并且一步步的推动下限的降低。好吧，也许还有商量的余地。可预见的将来，我觉得这种操作还会继续。毕竟股东们盼着游戏盈利能力越来越高，创收能力越来越强。为了股价好像也可以解释，只是理解不代表我认可。我相信整个玩家社群和股东们一块掉水里的卡普空也会先救股东。当系列以往被玩家们称道的内容一样一样的都被当作 DLC 内容藏在付费门槛之后，拿到的东西越来越少，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像我这种不愿意顺从发行商服从测试的遗老就会被筛掉。说多了显得矫情，玩家用钱包投票无可厚非，只不过那会儿的玩家社群里我不会是其中一员。也正是这一点让我坚定了，不管曙光的战斗做得多么优秀，我都一定要给这部作品打一个差评。这也是10几年来我头一回给猛汉系列作品一个不合格的评价。如果这种行为我都觉得无所谓了，那之后卡普空再搞出什么折腾粉丝的骚操作，我都没有底气去评价它了。我们的配信不应该是这些，我们的配信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和这个。卡普空你自己说，崛起是不是整个 eShop 上 DLC 最多的游戏？反正我是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敢这么明目张胆卖 DLC 的。哎，好的，这部分说的有点多了。我的另一个担心就是所谓的舅舅们的留言和泄露。说好的逆转裁判呢？上网冲浪小贴士：一、舅舅说的话不能当成官宣；二、被泄露情报受损的是玩家自己；三、揣测不能当成约定，谁和你说好了？如果哪次发布会没有我期待的游戏，那我顶多就是遗憾，就再等等了就。这些年随着舅舅群体的兴盛和逐渐的离谱，时刻准备好保持愤怒，并且在网上输出愤怒，越来越普遍的成为了很多人自诩讲道理的粉丝的方式。但我觉得愤怒不是游戏社区需要的，而是社交平台和弹幕需要的。毕竟输出愤怒获得的成就感和玩家这层身份无关，除非游戏真的很刻意的做不好。在2023年这个时间点，我越来越觉得把那些人说成是舅舅党或者是大佬显得有点不太合适。我心中的真舅舅是虽然手中有一些资料和情报，但能够引导和协助玩家社区到一个更适合交流的环境，而不是说仗着反正你开发商除了 DMCA 警告下架我的图片以及视频之外就没别的能耐了，
借此对着厂商无限输出。所以与其对泄密者敬称一声舅舅， You are nobody other than a fucking leaker。OK， 你毁了我的期待，毁了我的初见，我还得尊称你一声舅舅。期待值就像一个气球，游戏在发售之前一步步给出消息，就像给这个气球打气。游戏的体验对我来说，也就是从游戏公布的时刻开始就进行积累的。为了阶段性的爆点做准备，等时机到了，官方自己会戳破这个气球。这多好啊！泄露是啥？这是泄露。没有任何一个游戏能抵挡住游戏发售之前突然泄露带来的负面影响。那有人会说，你那么怕剧透，你不看就好了。那不对啊，我无法预知接下来会在哪里看到剧透。我每次打开那些高风险的 app 都要顶着剧透糊脸，凭啥？这不合理啊！我作为一个什么都没有做错的人，凭什么是我反而得东躲西藏的？我打开 B 站，游戏发售之前解禁怪的视频直接甩我首页的个性推荐上。叔叔，谢谢你。还有人会说，猛汉有啥怕剧透的？又没有剧情。猛汉怕不怕剧透？可能和以前的固有认知不太一样。猛汉它确实是一个以战斗为主的狩猎动作游戏，这也恰好让它最大的卖点和杀招成为了怪物的阵容。相较于官方用 PV 的形式公布，提前泄露的怪物列表，类比重剧情游戏中被剧透的伤害是同等级的。如果你看到的是 PV 公布的新怪，你有视觉、听觉以及随着记忆跟眼前的画面逐步同步后的触动。如果你看到是一个列表，它唯一能做到的就只是在非宣发层面上让玩家的期待提前撒气，撕裂玩家和开发者之间的默契。所以那些虽然我平时根本不在群里说话，但我剧透你们的时候活跃的一匹，怎么样？虽然到时候我反正也不会玩，但我不能让你们拥有我无法拥有的惊喜的人，你们最好差不多一点。哎呦，一不小心讲了这么久，真的很没有办法。唯独怪猎一开始聊就完全停不下来。我们说了系列的发展，说了每一座的特色，锐评甚至痛批了一下曙光的一些问题。那之后的每一座是不是还要买呢？嘿，如果你的 DNA 序列和我一样长这样，相信我，你有大麻烦了。我绝对不会后悔玩了这10年的猛汉，我也确实觉得这个系列里投入的越深，伤的就越重。但什么东西又不是这样了呢？至少我觉得卡普空还是听玩家的呼声的。只要之后的猛汉不采用自断后路式的60分万岁多1分浪费的原则去做游戏，我就还抱有期待和希望。虽然说了这么多我对于崛起曙光的不满意和担忧的地方，但我这个人有3个特点。第一，我对一件事情我喜欢的地方和不喜欢的地方我分得很清楚。第二，我这人挺健忘的。第三，翻篇下一部分。到现在我最想玩到的猛汉版本是哪一个？是那个没有发布的 P 组开发到一半被叫停，改换 RE 引擎前做的那个还能换区的猛汉。我相信 P 组的下一款有了完整开发周期的猛汉续作一定会有足够的后续更新和内容丰富度。不过放心，我们也一定能找到吐槽的角度的。但现实点来说，我最想玩到的猛汉是哪个？下一款。作为猛汉玩家，听到嘿新作要来了的时候，反应总是聊到新作了，最后就聊一聊对整个系列的展望吧。我也不敢展望太远，就展望一作就不错了。以前的猛汉还是会独占的，4G、X 都在 3DS 独占发售。你看过这张图吗？哎，我操，这图还有第2张，我操，还有第3张。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卡普空为了 NS 开发的作品都大大方方在 Steam 以及 PS4 以及 PS5 以及 Xbox One 以及 Xbox Series SX 以及 Win10商城发售了。XGP 甚至直接玩了。那之后，除非有什么特别的必要，重新独占的可能性无限趋近于0。所以，我们 Switch 首发的玩家真的就是跟着最长线的版本更新跑了2年马拉松，玩着最不完整的版本，体验着最低的帧数，花着最多的钱，挨最狠的歌。不多说了。所以下一座 Capcom 直接给我们加上跨平台游玩支持，并且直接一块发售了，行吗？2023年了，现在跨平台真不是什么技术问题。你看街霸打通跨平台联机和多端进度共通的话，除了方便我和各个想在自己喜欢的平台上游戏的朋友一起玩，还能方便我在各种场景里玩。出门在外，我可以用 Windows 掌机、Steam Deck 甚至 Switch 的后续机种随时玩。回家之后我就用家用机和 PC 玩，因为你懂我的，我也不是每年都想给 PS Plus 充钱。让每个平台的玩家都能和不在一个平台的朋友顺利联机，除了 DLC 卖钱卖的少点以外都是好事儿。这也是个好事儿，它还能帮你分散一些服务器的压力。玩家自主选择平台又不会搞垮你们的服务器。准确来说，我们只把 PSN 的服务器搞崩过。好吧 ，NS 也搞崩过，那不是更应该分散一下网络流量吗？我们还能把所有平台的服务器全搞崩了吗？哎，我没在立 flag， 停。顺着这个话题，我们就可以聊到下一个话题，平台。如果从接触玩家的规模上考量，那当然是全平台。
但是考虑到如果一个游戏是多平台一同推出的情况，那么它的体验上限就已经被所有平台里机能最弱的那一批硬件给掐死了。所以从情感上考虑，我更希望新作能放弃第8世代的主机，以及 NS 第7年了，我新机器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下拉刃？其实正在我写这篇稿子的时候，腾讯天伟工作室群就发了一篇自己联合卡普空共同开发猛汉手游的官方稿。哦，太好了，我终于能拓展我手机的新用处了。在此之前，我的手机已经有了很多用处了，我能用它聊微信。OK， 也许清一下微信空间还能干点别的。OK， 我知道听到腾讯和卡普空又合作做怪猎了，很多玩家都会觉得毁了，但是真的让卡普空自己去做手游，还是继续合作试试看吧哈。几年前我就有听说卡普空想用猛汉去试水手机市场，并且他们之前其实也有手游的，但是你知道卡普空啊，他们连个游戏内交易都做不好。但是猛汉 XR 说真的玩起来真挺好玩的，并且它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联动，比如说逆转裁判啊、EVA 之类的。曙光你看到了吗？曙光你看到了吗？哦 fuck， 我不是说翻篇了吗？它的操作很有意思，非常符合单手动作游戏的操作直觉。哦，这只是个视频，这游戏停服了。接下来这个想法可能在2023年比较容易产生争议。我原本其实觉得，如果新的猛汉正作能够以类似 FF15 口袋版的轻量化形式登陆手机，让我在通勤、带薪如厕或者外出的时候，能把碎片时间整合起来玩一玩猛汉，回家之后再打开主机电脑来一碗高品质的狩猎也是极好的。没想到直接一步到位了，做了个独立作品。有人说搓玻璃不能体现猛汉的狩猎动作神髓，但是我玩过 VU 的 3G HD， 我能忍，我真能忍。我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到底是我手机里 QQ 内置的虚幻引擎库更强，还是天美加卡普空的这游戏更高？好了，不用考虑了。但我听到了，我知道，想到边境，很多同学第一反应就是穿龙棍，我也希望穿龙棍能回归到本家。不过如果回归本家的话，很可能会进行挺大程度上的重新设计的。在边境里的穿龙棍本身就是一件节奏非常快的武器，而不同于双刀，穿龙棍的快是那种把无敌帧融合进每个动作衔接的。配合武器本身的节奏，就相当于每一只怪都得根据这个武器的节奏去做适应性的变招，所以要么稍微放慢一下节奏，要么我们还是期待一下完全设计的全新武器吧。我还挺希望见到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的。还有另一把武器磁斩锤，更像是边境运营到尾声了，给大家一把斩打合一还能放必杀的武器，开心一下。但是武器性能和设计概念本身真的很强，并且我敢说这武器一定受到了猛汉 X 武器设计废案的影响。毕竟牙猎拳本身早在猛汉 X 就有设计案了，只不过当时是单独设计成一把武器的。随着边境运营的结束， COG 解散， COG 的开发运营人员也逐步回到了本家的游戏制作工作中。边境 Z 的助理制作人沙野元气担任了崛起 PC 版的制作人。话说你们卡普空制作人都得用这种客户经理的姿势拍照吗？我们在曙光里也看到了一些经典的边境元素，怪物的加入。所以今后的内容方面应该会把越来越多的边境优质内容带到我们今后几年将会见到的项目里。对我来说，怪物那当然自不必多说，一些顺应新开发环境和技术下能够展现的经典怪物和地图的翻新推出以外，我还希望能把边境里的磁力特性和对应的怪物带回到本家的系列作品中以来。磁力这个性质真的是能玩出花来的。世界组的下一款猛汉还会不会有飞翔爪和投射器？我个人感觉可能性还是有的。虽然在冰原里面被疯狂吐槽，又是强制部位软化，又是抓错位置，又是撞墙站桩输出，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个没能好好执行的不错的设备。如果能开发多种可能倾向是战斗，可能是倾向于探索的特殊狩猎装置，在准备阶段可以选择装备什么的话，想想也还是挺香的。我不觉得翔虫这种天才设计的不合理外挂生物会在 Rise 以外的作品中出现，因为 P 组不论是兽技、风格系统、猎猫系统还是替换技、翔虫移动、虫技，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完整大战斗系统的试验。但也正如4代的空中攻击动作追加以及大断差的融合，世界一体化狩猎与多营地的结合，我们也可能会看到当年的兽技，今天的虫技，在另一套还真能让他们解释得通的战斗体系里体面的出现。另外就是狩猎道具，我依然非常怀念以前通过智慧和胆识去学习和挑战强大怪物的感觉。虽然说一场战斗打了40多分钟，3猫甚至时间结束都没有能打过的事情也常有，但反而能够激起我挑战的欲望。毕竟强韧的精神也是捎带手磨练出来的品质啊，对吧？我还挺想念丢音爆弹骗驯龙进落穴，喂前口吃爆弹，找机会把彩鸟震晕，用青蛙钓饵耍水龙的体验的。和冷热饮类似，它们也是狩猎前期准备所带来的良好心流体验的重要一环。2021年给我情感冲击最大的作品之一就是《猛汉2 DOS》，我甚至专门出了一期视频来对这款16年前的作品进行评价，其中季节系统给我的差异化体验还是很大的。想了想，如果能在一个有自然生态体系运作的框架下加入季节系统，哪怕只是非常刻板的做一个任务推进一些时间的方式，
可能也能够在游戏规模的量变催化下产生质变呢？还记得之前视频我说我希望游戏地图做大吗？一个无缝衔接的更大的地图，除了能显摆卡普空本身就最喜欢显摆的技术力，更重要的是，还能让这个世界真正有了具体的、可以丈量的、有空间方位感的地理位置，不同区域之间地理关系、生态差异都能够更直观地体现出来，天然就是一种沉浸感的加成，而且同时还能解决广义上的节奏越来越快的问题。我之前那期节目怎么没想把这段加进去？我希望新作中不要再有打不够某种输出就直接一个大招给你们全都秒了的 MMO 阶段式惩罚性的伤害墙设计。我以前不能线上联机的时候，集会所一只怪物打个30-40分钟是很常有的，所以我眼中一只怪怎么打的决定权永远在玩家手里，没有正确和错误的打法。不按照设定的打法就随便找个由头全给你们摁死了，还锁了回家弹，这本身就有些和随心所欲狩猎的概念相悖。打游戏本身也就是挑战各种可能性的过程，只要能获得快乐、成就感和新思路就都是好的。或者换个角度，不按套路出牌不才是玩家们打游戏的常态吗？这一点我觉得崛起做得不错。这么说可能颇有一种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煽风点火的感觉。P 组的猛汉设计方向可能永远不会是我的菜，我可能也不会对他抱以世界组那么大的期待。但也正因为如此 ，P 组是真的能给我带来惊喜的。我一些试想过却又觉得太离谱了，绝对不可能出现在世界组的作品里的尝试，他们做得更加激进。你可以变成猫，你却不能变成人。牙猎犬我还是很希望能继续保留下去的。不过想必在 P 组给这个系列增加这种核心系统元素的时候，卡普空的其他开发者早就已经点头了。所以在地图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基础上，加上牙猎犬高速移动能力以及输出能力，一切都感觉很自洽。从边境开始引入的赖兽人，也就是 AI 队友，今后也希望能够继续出现在系列作品里面。毕竟如果在狩猎的时候，你的队友就只是一个对话框，然后在里面喊加油的话，那真的太没意思了。AI 队友并肩作战给代入感带来的体验提升还是非常高的。另外，虽然可能世界组没有心思这么做，我还挺希望以后猎猫猎犬模式能再出一下的。另外 P 组如果出了什么操作龙人狩猎的新模式，我也挺希望能有的。怪物的话，想要的就太多了。比如说，一旦有超过1名猎人在附近，就会强制离场的一角龙啦；比如能把雪山地形直接踏平的巨兽啦；比如那些个在之后作品里都很难出现的解禁怪，浮月龙啦、巨脊龙啦、蛇王龙啦、脸黑龙啦、海龙啦；比如那些很久都没有出现的老朋友，比如叉叉之后就再也杳无音讯的海龙啦。替换季这个咱们就少说一点吧。替换季方面，我希望在之后的作品中也能作为一个常驻的设定出现。不一定非得要做得像曙光那样可以随时切换，这个反而增加了操作成本，就做成本体那样可以自己设定的那种就不错。除了游戏设定方面的东西，我希望下一步的猛汉工会名片总数改成18000个。世界的工会名片总是一不小心到达上限，一些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甚至可能 G 位都完全没有购买的朋友，他们的名片我又舍不得删除，这给的那几页够谁用啊？键鼠玩家和手柄玩家的大脑构造是完全不同的。我不是键鼠玩家，所以对键鼠方面操作比较熟悉的玩家可以在评论区补充一下续作的操作需不需要改。怪物方面，我最希望海龙能回归，因为对于做出了猛汉3的世界组来说，海龙本身就是海战的化身。我觉得可以比较放心的说，如果怪物猎人世界的 GDC 原型演示视频里有海龙，而正式版没有，同时又有好几只胸口能贴地的怪物出现在本体和冰原里，那么因地形影响怪物移动的说法就完全站不住脚。我能想到的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海龙回归必须把整片大海和其中的生物们带回来，而世界本来想进行一些尝试，但最终放弃了。所以是的，水战回来吧。在我看来，水战与其说是一个纯粹的战斗系统的拓展，不如说是立体战斗加世界观探索规模的延伸。距离上一次水战出现已经过了10年多，10年多能做出鬼泣5、生化7、生化2重置版、生化4重置版和不是你怪物猎人世界的卡普空，它的设计功底是越来越不需要担心的。如果说讨厌的原因是水下移动太笨拙了，那个年代陆上战斗其实也很笨拙，别紧张。当然删掉的连段加回来就更好了。不过虽说都笨拙，水中的怪物主场优势可是更强了。之前之所以会被诟病，基本上90%以上的原因都来自于我们所说的强度差异，并非是怪物的动作出了问题，而是武器的强度。床前明月光，水战用什么？你一套冻格龙，一把长枪，一口抢走摇 G， 你在水里就是字面意思上无敌的。重视攻击动作重量感的老怪猎，在怪物的主场里打不痛快，我这个太刀侠是深有感触的。我在翠水卡了1个礼拜，我能不理解吗？然后打过之后，我转头就画了剁椒鱼头的交换日记。只是
如果真的开放了水下世界，这不仅是一个战斗系统的体量直接翻倍，所有狩猎外动作以及道具都要做水下的单独适配，它更是整个世界观的巨幅拓展。水下还有大片大片的遗迹和现有怪物超大的拓展可能性，我一直期待着这个系统的回归。我操，海战怎么登龙啊3代的水战就像2代的季节系统一样，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但很可惜没能延续下去。任何新增的特色系统都是可以做好的，4代引入的攀爬、骑乘和断叉也保留，并且不断进行优化。叉的兽技也保留下来，并且进行了很不错的改良。同理，我觉得怪物猎人世界冰原的飞翔爪也会有更高光的时刻的，所以水战卡普空能做好这件事儿，我真不担心。另外，我还有一个脑洞，就是啥时候可以探索一下地下世界？那猛汉的世界里重力那么小，万一其实是个空心的星球呢？给些不需要设计的很刁钻但不同于地表的更加放得开的怪物设计，想想也很爽啊。然后来个真正意义上的反派来复活一些被封印起来的晋级怪物。卡普空，你们看你们还有职位空缺吗？从怪物猎人4开始，我们已经有将近10年没有再碰到真正意义上的农场了。上一部我玩的带农场设计的猛汉还是 Online， 取消了的可能原因有若干。一方面是联机方面，把农场简化成一个菜单的设计，可以方便玩家们直接通过菜单选择想要增加的素材，对于后期效率提升很有帮助。另一方面，以前有农场地图的时候，每次要跑农场都得断开本地连接才能去，对于刷内容来说又是一种割裂。当然，现在虽然技术有了，但确实如果真的要加入农场地图的话，必须得有一些让跑农场这件事儿有意义的独特设计。我没说偷菜啊，我没说偷菜啊。我比较希望下一代的开发能够一定程度上别太看重崛起和曙光的商业成绩，去做一个在开荒难度上不妥协，并足够尊重玩家一次性付费所得体验的游戏。我一直有一个非主流的观点啊，一款游戏如果在发售的时候就是完整状态，不需要一个个补丁修复，不需要大量的 DLC 去提升销售的业绩，每挣1分钱都是从卖拷贝里挣来的，那其实是种美德。星之卡比探索发现、只狼、新战神都这样。发售日方面，说真的，我不是非常指望游戏能在2023年内发售了，除非依然和索尼有独占宣发协议的话，那确实得等动视暴雪的收购风波平息一点之后才能开始宣传了。但卡普空2023年的游戏阵容已经强得吓人了，生化4、街霸6、虚实万象、Exo Primal、洛克人 EXE 10部超级大合集。怪猎新作和龙之信条2如果也挤着在下个财年发售的话，我都不敢想象他们下个财年该怎么熬，除非能把逆转、鬼舞者、战国巴萨拉和恐龙危机等等一众休眠 IP 给做出新作来。我之前也做了一期这个主题的，感兴趣您可以进去瞅瞅。好的，展望我们就展望到这儿。为啥怪猎在全球突然火了？10多年的厚积薄发固然功不可没，不断的在每作收集意见、优化体验也无比重要。但在此之上，这么多作品下来，我曾经一度认为能放大招的猛汉不够猛汉，做了巨量便利化、现代化、轻量化、操作优化的猛汉不够猛汉，没有动画、漫画跨界联动的猛汉不够猛汉。但也正是这么多代下来，我发现猛汉他最骨子里的那种野性、挑战的意志，确实是不曾有一次妥协的。将来不论2个组的作品如何设计玩法，系统如何演进和迭代，在这么多部作品之后，我想我能很自信地说，这系列啊，我玩了几千小时，可能还不止，而我1秒钟都没有后悔过。我没有刷怪异化和百四，抱歉在这期视频里面说出了挺多对于曙光的不满，他们确实是我真实存在的一些担心。可事后啊，心平气和地想一想，我也同样觉得，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内容创作者发生之后，卡普空会好好的考虑系列今后的发展的，他们以往也确实是这么做的。这期视频从冲动落笔到文案形成用了6个多月的时间，也是我做视频以来最冒险、最纠结，但做的也最过瘾的一期视频。爸妈，我做到了。这期视频对我的意义重大，它是我一整个人生阶段的浓缩，也是我10年下来做一件事儿对一件事儿的终极感想。我很早以前就一直有想法做一期这样的节目，就一直在想，是不是真的有一种形式能跨越时间的阻碍，让不断进化后趋于稳定的观点和情绪透过某种形式留存下来。现在我想，这样的一期节目可能从一开始就存在在那儿，而我作为内容创作者所做的，就只是把注定会出现的一期节目给做出来。现在我可以很自豪地说，哦，我发完视频了，我死而无憾了。Oh fuck！ 每次问自己，如果这辈子就做这么一期节目了，它能不能囊括你想表达的东西？做完之后，我想可能还差一些吧，毕竟人总是在成长和学习的。感谢你看完这期视频，它可能成为你时间线上匆匆划过的一条动态，可能成功的留住了你，
在你的思绪里引发了一些共鸣，一些思考，成功拼合起了本可能被击碎的碎片时间。不论是否赞同我的观点，如果我做到了，那我非常荣幸。这一期我任性了一下，关闭了弹幕选项，能够长时间不被碎片化的弹幕干扰大脑获取信息流，并同步处理的感觉，还是很棒的，对吧？毕竟2023年了，谁还看长视频呢？那么结个尾吧。依然就像我之前说的，为开发铺平道路的太子还在，把握系列方向的创意总监藤冈耀还在，最懂怪猎的老好人德田还在，中二、热血、求变又脚踏实地的依赖也还在，监督着游戏表现让他能够自信的继续管自己叫狩猎动作游戏的咱们也都还在，怪猎就还在。隆重介绍我2022年最喜欢的一张游戏相关的照片，能感受到吗？这张照片里面所传达出来的能量，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传达我看到这张照片时候的感觉，但是看到系列的开发领队们跑到系列王牌作曲家小剑山优子家里，开开心心喝个大醉，太子负责卖萌，藤冈负责刷杯子，德田笑得灿烂无比，就让我有一种他们的关系原来真的是这样的一种踏实，产生了一种没有辜负自己把10年的时光倾注到一个系列上的感觉。所以今后的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里，还请各位观众老爷们多多关照。我是岛尼，我们下期节目再见。